怎么了，图图？没干嘛？刚才一直吵架就走了啊！谢谢粉丝灯牌，谢谢点亮粉丝灯牌的朋友。为什么吵架就走了？谢谢小魏同学，好点了没？我还好，我没有太多的情绪了。对我来讲的话，没有太多情绪。我之前就关注你俩，群都没了。对我会觉得群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点，就不太想经营群。我也不喜欢听到别人的声音。点亮粉，谢谢幻飞之意吗？幻飞之意，谢谢东北的北，谢谢秋秋秋。还是希望你们好好的，两个人，因为不容易。我直播间就尽量不聊别人了啊，尽量不聊别人。谢谢这个上宾，谢谢上宾的粉丝灯牌。对，我会觉得说，很多方面就是认知上的问题嘛，也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原因了。对，谢谢蓝虫的小心心。就有些事儿吧，解释不清，也没有说个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谢谢虎虎虎。什么时候更新电视剧？更新电视剧这个不一定啊。粘毛的好大，对，这个粘毛的大。经过今天这个事儿，可能结局就没那么重要了吧？因为结局可能跟这个跟我俩现实当中也不太搭，所以可能会改结局啊。不让更了吗？不是不让更了，一开始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因为它是个穿越剧嘛，会有一些那个特效的东西。还是那句话，我的直播间不要聊其他的啊，不要聊那个其他人了，咱们就聊自己就好了啊。谢谢，为你闪耀，谢谢这个 FQ 的为你闪耀。谢谢小张的点亮粉丝灯牌，干嘛了，图图？我没干嘛呀，我在坐着呢，直播呀。看我就行了，看别人干嘛？都得看啊！刚才吵的我都害怕，害怕啥呀？我觉得就是人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嘛，就吵架我觉得是正常的，太正常不过了。图图，说实话，我觉得你以前芝麻1、2和小茉莉的扮相真的，真好看。然后呢？
谢谢王锵锵的粉丝灯牌。随便说点吧，看看谁啊？随便，无所谓啊。你们愿意跟谁跟谁。没有更新。谢谢君的粉丝灯牌。像一个演员。对，这是搬到新买的房子里了，是的。你们还没看见这个房子是不是？是因为没装好，然后我就说等过一段时间装好了再给大家看。没看见过。那你们现在看的话，就是会都没装好，会有一点点，就我还是想等装好了再给你们看。谢谢不喜欢吃青椒的粉丝灯牌。对，我寻思就是把窗帘弄好了，然后，灯什么都弄好了，因为现在二手房子嘛，它不是新房嘛，而且它这个房子之前是出租给别人的，出租给别人的，所以就没有那么好。等我装不装吧，刷墙的，这墙都特别脏。回广东了，是的。墙是不是还得自己刷？是啊，墙因为他之前有人住过吗？你不是要买大平层吗？我没说我买大平层，广东惠州。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好像广州、惠州，你要买个大平层也不太没啥用。它这个城市呢，你买大平层没啥用。你要是在一线城市，你买个大平层啊，还有点用，对吧？客厅要大都吗？什么意思？对，惠州你买大平层没啥用。5000一平够不？差不多。你要买二手房差不多，就是但是当然就是可能10年那个楼龄可能会比较久一点，5000块钱楼龄可能10多年的那种那你要买那种就是新房子可能就比较偏的在惠州。这个不是别墅，这个不是别墅。装修这个我们不怎么装，就是刷墙就好了，然后买家具。5000块钱重庆都买不到，我看了重庆的房价，重庆的话可能7、8千吧。重庆很便宜，我觉得，但是重庆的房子可能就是一层的那个层数会比较多一些。有钱真好，想买房就买房。我是贷款买的。我是贷款买的。你现在没拍剧了吗？对，没拍剧了。你们那儿房子多少钱一平？现在就是5、6千块钱，4、5千块钱。买房子以后还不旅居了吗？我买这个房子其实是为了我妈妈买的。我买这个房子其实是为我妈妈买的，因为我妈妈住
他住那个别墅嘛，他住那个别墅，他那个就是我那个别墅，他没有电梯，他是3层没有电梯，卧室在2楼。我妈妈腿脚不好，所以我就说给她买一个那个就是偏那个中心一点的，然后有电梯的房子，因为他可能也不太喜欢这个特别静的地方，因为别墅都会比较偏嘛，对吧？那我就说买这个，然后那个别墅我慢慢我就卖掉了。这个多大呀？这个90多平，这个90多平。改天我就是简单的刷墙啊，然后整好了，然后给大家看一看。这个90多平，花了38万6，当然我贷款买的。38万6我还贷款买的，其实挺便宜了，就90多平。惠州有地铁吗？惠州还行，还行，就是距离我们6、7公里，7、8公里会有。位置怎么样？位置挺好的，它这个小区就是比较10多年的2手房，对，它算挺便宜，生活特别方便。38万6还能买房子，是的，就惠州它比较便宜嘛。然后我是贷款买的，首付是15%，首付是15%，挨着惠阳站，离着不远儿，离着不远儿。大马路边吗？是的，我这两边它是南北通的，所以大马路边儿。和好了吗？再看你们争执，就是我觉得人都会有争执啊。现在2手房掉价很厉害，就是你刚需的话，其实可以买，我觉得就是现在房价吧，你要说跌，它不会跌一半的，它可能就是小幅度的就跌个几百块钱或者1000块钱。你要这个时候，因为咱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涨嘛，或者说以后可能不涨了，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因为咱们得赌一把嘛。你要赌输了那就赌输了嘛，那赌赢了的话，那就咱们就是对吧？就是有一个家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会觉得说我是刚需，我就是把那个别墅卖了，因为我别墅也是贷款买的，所以我就把别墅稍微卖掉，就是减轻自己的压力嘛。生意这样的，谢谢。采光好吗？南北通的，然后上午采光，反正就一直有光，就是它是一个落地，我给你们看一下吧，我给你们看一下，就现在没装修呢，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咱们从入门开始啊，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入门啊，这是独门独户，就属于入门。大家知道独门独户吧？独门独户是啥意思？知道吧？然后它是2梯5户，2梯5户啊。然后这首先它是一个那个放鞋柜的地方啊，但我们这个他之前一直出租，然后他就没做鞋柜，到时候我会弄一个满墙的鞋柜，就是步入式的那个鞋柜嘛啊，然后这个整个都是一个步入式的，然后这边是有窗户的，然后这边可能就是弄点纱帘啊什么的，这个房子可能比较脏比较旧啊，这整个的都是入户花园，对，然后紧接着就是餐厅了啊，紧接着就餐厅。我这个餐桌吧有点大，我这个餐桌可能2米多的，所以吧就是就是这个桌子可能有点不大啊，2米的啊，然后它这边有个阳台，这阳台特别大啊，这个阳台特别大，然后这边是冲小区，这阳台非常宽啊，这个是冲小区，小区这边就比较安静啊。
然后这个是我今天刚买的冰箱，1700，海尔的，叫 Leader 啊，叫领导者啊，海尔的这款1700啊，它是一个双开门的冰箱。对，我这刚到，阳台上有个壁挂炉，那个是燃气热水器啊。然后呢，这边是厨房啊，这个厨房我就是我就得重新打掉了，因为这个比较脏了。然后这个抽烟机都得，然后我都搭柜子，因为它比较对，它这个厨房不大啊，但是它也是有窗户的。然后这边有个洗手池，这边有切菜区，然后有这个燃气灶啊。然后紧接着厨房出来，然后它这边就是有一个小柜子，然后这个我们就摆那个就是办公区，就是我们就会在这剪辑啊，这个柜子是我之前别墅里的柜子，所以我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柜子，这是我自己拼的。然后紧接着这就是沙发，这个沙发也是我从别墅里拿过来的，因为我别墅有2套沙发，所以我就拿过来一套啊，然后这也是别墅里的灯啊，都拿回来了。这个是一个茶几啊，然后这儿有一个电视，这个电视是我今天买的啊，这个柜子是原本房东的，然后我没舍得扔，我就说那我刷一刷油漆嘛，我刷成白色或者黑色都可以嘛，我就不扔了，因为你知道这现在扔垃圾的话，就是也会给别人钱，对吧？然后我就不扔了。然后紧接着这还有一个阳台，这就南北通对流的，夏天就会比较凉快啊，但是这边是冲马路的，会比较吵啊。这就是晾晒区，然后我在这放了一个洗护一体，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广东会比较阴雨天嘛，对吧？阴雨天它就会需要这个烘干机，我就弄个烘干机啊，这也是我之前买的。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边的入住率，在大亚湾来讲的话，这边入住率就非常高了啊。大亚湾来讲的话，这边是入住率是比较高的，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就比较主干道，然后大家看那边，这个位置是一个商场，这个商场也是比较厉害啊，这个位置是个商场，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还是一个商场，它俩商场，对，它俩商场，就去商场就是大概1公里啊。五月广场，对，五月广场就会比较方便嘛，对于我来讲的话会比较方便。然后楼下就是会买菜什么会比较方便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角度的啊，这个角度，对。闹鬼是吧？厉害，这位朋友你肯定就是特别酸啊，你脚也特别酸，嘴也特别酸，然后紧接着这是一个卧室，这是小卧室，然后我们现在先放东西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小卧室，然后这是一个厕所。这厕所没有灯，因为它这个灯坏了，灯坏了。这个是个厕所，然后这还有个卧室，这个卧室我们打算就是专辑放在这儿，然后一堆东西，然后包括我们的衣服先放这儿，对。然后这是主卧，主卧就是南北通的。然后这是一个阳台，这个窗户，这个拉帘我还没换呢，这是原本房东的，啊。
然后这边还有个卫生间，这也是南北通的，卫生间也是南北通的，对。就等于三室一厅2卫，这么大，不像90平，它就是可能功能比较齐全，功能比较齐全。在哪睡觉？在卧室睡觉，在哪睡觉？刚才不是给大家看了卧室？2厅吗？为什么是2厅啊？餐厅，餐厅不算吧，别墅也在啊，卧室没有床，那你可能眼睛可能溜号了。刚才我们是有床的，96平，我们就是打算住一段时间，然后就可能我就出去旅居了，这个房子就给我妈妈住了。门外物业不让做柜子吗？门外要做柜子的话，那你入户做什么呀？对不对？新买的房子是的，新买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一直都打算给妈妈买一个偏市中心一点的，然后有电梯的房子，因为她觉得别墅可能有点太偏了，她出去买菜特别费劲啊，所以我就过年前，然后我就来看房子嘛。就是那个时候，我开车从北京回那个惠州嘛，我不就一直在看房子嘛。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降了不少，对，非常便宜。以前妈妈住北方，以前妈妈就住广惠州，多少钱？38.6万啊！所以我真的就我觉得惠州的房价还蛮好的，就是90多平38.6万，一平不到4000块钱，然后还带一点装修，你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做点柜子啊，然后添点家具，我觉得就 OK 了，我就真的觉得挺好的啊，就是惠州这个城市吧，你说啥都有，但你要说多洋气吧，也没多洋气，市区的话噪音大吗？你要想噪音不大的话，你就封窗，你封窗就好了。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还好，因为卧室没有噪音，这只是这个2个阳台它可能有点噪音。惠东找不到吧？惠东大把，只是你没找。我这个是几楼？我这个是16楼，楼层也比较好，就楼层也比较好，16楼，然后又是南北通，所以就是，刚才有人说惠东大概就是20万一套吧，成都贵的离谱，是的，成都是非常贵的，成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成都买它干嘛呢？买了几套商品，几套别墅，你说我吗？我现在就一套高层，一套别墅，我深圳的房子还有惠州的另外一套房子都卖了，原本我一共买了四套房子，然后就卖了2套，深圳的房子都卖掉了。中心地段，惠阳不算中心地段，惠阳它本身它就不是，就是离深圳比较近而已啊。但我都是贷款买的，对。我都是贷款买的。重庆
都比不过成都。是的，重庆，我觉得重庆是直辖市嘛，但是它的房价居然比成都要低得多啊！成都我觉得有点虚高了，成都现在还得2.5万左右吧，就是好一点的房子2.5万左右。在我直播间，咱们就聊我就好了，不要提太多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好不好？就我来直播，就希望大家就是跟我聊聊就是生活，然后就尽量别提，就是对，好吧？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就是，你说多说少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啊。我喜欢广东跟北方，什么意思？你喜欢广东和北方，那还说什么了？那不就是南北你都喜欢吗？整个，也，你喜欢 China，你喜欢中国吗？直播间就是我刚才可能直播很多人也在看了，我就希望我的直播间不想提那些东西啊。我喜欢成都的原因是因为不穿袄子，不，广东啊，是，这边儿长袖你都不用买，你就买一个薄羽绒服加一个短袖，你可能就是过冬就好了，然后剩下你就穿短袖了，它没有过渡，它直接就是穿短袖或者说，加个小薄羽绒服就可以了。特别是北方的人来这边就会觉得说非常的。图图怎么解散群了？因为我会觉得群里有一些声音，我不想被这些声音干扰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就是，就会谈论一些我不想提的一些事儿，所以我就退了。本身我说实在的，我之前的群其实有10多个群，然后都是超过500的。其实我也不怎么去打理，包括你们现在看，你们加入我的粉丝团，粉丝团已经有16000多粉丝团了，就是粉丝团里的，就是你们一点粉丝，就是什么加入粉丝团，它上面就有一万多粉丝团了，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管理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没必要，就是对。阳台不封窗的话，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它封窗了呀，这个阳台是封窗的，阳台是有那个封窗，就是它是那种有护栏的啊，它是有护栏的。但是可能南方可能就不需要，就是说整个的封窗，因为其实我的这个房子，我觉得面积已经很大了，我在封窗其实没必要，我觉得该有。就是 smoking 的地方，那你就 smoking 嘛，对不对？因为我妈妈 smoking，她可能不在屋子里抽，她可能在阳台抽一根儿，对。一共多少集？一共十，现在不知道。因为其实你们今天也看直播了嘛，可能今天的直播就直接会影响到结局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既然今天直播，已经是这个结果了，那我们就不要把之前的原本那个结局再给大家放了，就是我会觉得说挺假的，啊，能明白不？就是我觉得今天已经，对吧？那我们就改一下结局嘛。阳台会积灰很厉害吗？是的。阳台会有点积灰，但是这边空气会比较好，还好。吃晚饭，谢谢大啤酒啊。周四会更吗？更不了，应该更不了。还没吃晚饭，吃个晚饭。
这个门缺油了，就这个门它是二手的门嘛，那我到时候会想办法处理一下。就我们刚搬进来2天，然后就是搬家呀，然后再加上买东西啊，忙忙活活的才搬进来2天。吃个日料，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日料。今天能觉得放纵一把吧，吃个日料。他不给我酱油的，给了。我吃鱼生吗？吃。我也吃鱼生，生鱼片。这一大盘130多。吃芥末。好，我知道了，因为我刚搬进来嘛，就没处理这个。谢谢开心每一天的礼物。饿了。很多人吃不了日料，我就特别爱吃日料。我记得我10几年的时候我还不能吃日料呢，我会觉得日料很难吃。包括我去那个日本，我第一次去日本，我都觉得在日本吃不饱，非常的难吃日本东西，然后全是日料。但是不知道，我也忘了是什么契机，然后突然就觉得日料很好吃。没吃晚饭，对，没吃晚饭。北极贝，其实这玩意儿吧，我据说就这玩意儿非常便宜，但它卖的就会比较贵。专辑还能买吗？可以买。等我那个吃完饭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专辑啊。我花钱做的，我当然得卖出去啊。但是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卖嘛。就是日料给我的感觉就是冰冰凉，然后会比较好。特别是没胃口的时候。这个是甜虾，清爽。3文鱼不胖人，你们觉得我会怕胖吗？都是生的。但我点了一个拉面。你点吃的了吗？没有。没吃啊？我不知道我是什么。那你自己点了啊。
都是生的。啥时候结局不知道呢？吃点自己的呀，因为他那个不吃日料，他是一口都不吃的。吵架谁赢了？我觉得也不算是吵架吧，我觉得就算是我更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但我发现解释不清楚，不算吵架，就是解释不清楚。我只能说就是有的时候着急的时候可能说话声贝会比较大，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吵架，就是在我的视角里边我是在解释。后来可能都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我一直都不觉得这是吵架。不是吵架了吗？没，可能你们的视角，因为每个人可能对事情理解不一样，可能觉得这是吵架了。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觉得这是吵架了，但是我说实在的，刚才我俩就是在解释的时候，我会在乎几个点，就是我会觉得说，首先第一个点就是直播上说的一些东西不是我的本意，或者说不是真的之类的。第二点呢，就是后来我为什么就是停止了，因为我发现我说不过他，或者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让他明白我说的，那我就不说了。我就觉得说，他在意的点，那我就不去，就注意一点，就不要就涉及到这个点了。就我是更想就是会觉得说，解决问题嘛，对吧？就是。你想把道理讲明白，讲不明白，就是我会觉得说两个人，就是对待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不要，就是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要去解释了，就不要去争辩了，没用。我觉得有些观点是不通的。
我在乎的不是这个点，我在乎的是，就是我真的在乎的点，就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就是评论区里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些人，就是因为我做自媒体这么长时间，我无论说哪一段感情，我基本上都会公布出来嘛。那公布出来，别人就会到我的另外一半的那个评论区里边会挑拨呀，会说我不好啊之类的。这种事我其实我是一定会遇见的，每一任都会遇见。嗯，但是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说，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就是为什么理解成这样了？对，那我就想，就是说清楚我的想法，或者说，就可能这就是在其他视角里边，可能这是一种指责。这我每一任都会说出来，我每一任都会公布出来，所以这一定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挑拨啊，一定会有人挑拨。我能想象得到那个评论区里是怎么骂我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弹幕上墙头草，我觉得感情的事儿吧，就是两个人处理就好了。其他人就是掺和的话，可能就会变。血糖我没有什么血糖的问题，我一直都没有。因为很多人，我其实是这一段感情，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配不上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用一些，就我其实我这段感情吧，我其实挺委屈的，就是我自己我说啊，就是我没有涉及到别人啊，就是我这段感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跟他就是不般配啊，或者说我配不上，都觉得说我是用一种就是计谋啊，然后就是潜规则呀之类的，然后才得到这段感情，然后包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边，然后他的就是那边的朋友也在攻击我、造谣我。就对我来讲的话，我经历这种事比较多了，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说莫名其妙。就我我我我还是那句话，就金牛座吧，他是比较就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误会我，就是我是这种人。就你可以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骂我，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误解我或者造谣我，我就非常不 OK 啊。所以就是很多人看到我俩在一起吧，有的人会不舒服，会就希望把我俩拆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不要让别人有可乘之机，或者说就是让别人说这个说那个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对，
觉得你们很棒，谢谢。对，这就是官宣的代价。对，就是我其实我一直其实都在就是我一直在有这个执念，你们知道吗？我一直有一个执念，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我的感情被大家祝福，我的感情能被大家认可。我希望我俩在这个网络上会有一个美好的形象，或者说美好的就是别人的就是别人感情上的这个偶像之类的。但是我跟那个就是小大夫也没成，就是我一开始我其实对小大夫要求那么多，其实我也是想就是说。我想跟那个小大夫也是想这样，这段感情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直在渴望，就是有一段感情，对，被所有人认同，但是越渴望这个东西吧，你越纠结这个东西，结果就是反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我太执着于这个东西了，所以就导致了今天晚上的结果，对，事与愿违，就是我太想让大家认可我的感情了，认可两个人都很好，但是可能就是就是说会，你看今天就是个例子啊。对，所以我就说，那我这次因为其实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事情吧，对我触动其实也不算大，但是可能也是让我会觉得说，可能自己有点就是更执着于就是被大家认同，就是前两天就是我的前任从家里搬走了嘛，我前两天我的前任从家里搬走了，然后我跟前任的约定是什么？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前任他那个是因为他背了那个房贷嘛，我跟前任的约定就是说你就在这住吧，我说你在这住2年，然后就不用租房子，你省点钱，你交房贷，我心里安稳一点。而且前任其实也挺好的，这个人不错，那我就反正我们也不回去住，我就说让他住着呗，他跟我家里人就是也处的挺好的。结果前2天吧，他可能觉得，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人，可能对我现在对他的一个评价，他可能是有一点点敏感，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回来一直住酒店，因为我们在酒店住了1个月嘛，1个月1天150的话，1个月4500，然后我又没，因为他就是他在家，我又不回家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思想压力挺大的。然后他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妈妈说，他这个就是搬出去了，然后把工作也辞了。然后我妈妈没有当天告诉我，她是第2天告诉我的。然后我就给那个前任打电话，我说你为什么搬走了呀？我说是不是因为网上有一些声音了，让你听到了？我说你为什么把那个？我说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就是定位取消的？因为我跟前任吧一直有一个定位，然后前任说这个定位不是我取消的，然后我就知道可能是我这段感情取消的，那我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突然辞职了？他说他的总结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段
工作可能有一点点压力比较大，然后第二点呢，他说他一直住在家里，然后我都不敢回家之类的。他说那个就去那个回深圳了，然后跟奶奶一起住，但他其实跟奶奶一起住，就是他是住那个他爸爸家，他爸爸又娶后妈了嘛，所以我就说，那你辞职，包括你回深圳，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难受，他说，跟你说了你还会，他说跟你说了我还走得了吗？他这么说的，他说跟你说了我还走得了吗？他说你回家住吧，然后这个那个妈妈身体也不好，总跟我念叨她身体有问题啊之类的，你回去照顾一下妈妈吧，我就先走了。然后其实这个事儿吧也没有让我多触动，然后昨天还是前天我回了一趟，就前天晚上我那个什么了，我不是搬家嘛，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个小大夫那个走，然后我就说他好像那个小大夫的意思就是他走的当天不是小大夫不让我妈跟我说，是第二天我妈才跟我说的。然后我妈就说哎呀，小大夫走的时候还给我妈包了个红包，然后又给我妈买的那个护膝，就是买的理疗仪，然后就是我妈还有我姐心情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妈还流眼泪了之类的。然后我妈说这个小大夫瞅着挺可怜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也那个就是有感情了，他走其实大家都挺难受的。我说走就走吧，我说那个毕竟也就是说那个感情也就到这儿了。我说我也不可能说一直在照顾别人了。我说我这段感情，我跟我妈说，我说我这段感情吧，两个人能有个互相照应。我说我总照顾别人，再加上我现在物质条件也没之前好了，我其实挺累的。我说走了也好，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然后我也轻松一点，到时候他还不了贷款的话，我这边再出点。然后家里说行，对，我说那个可能给他出点钱吧。我妈说行，到时候他有啥问题你就帮帮他之类的。然后但是你知道我回想了一下那个画面，因为我见不得我妈妈哭嘛，然后我就想那个画面，可能小大夫临走之前，然后就给妈妈那个就是拿了那个什么理疗仪，然后又塞钱，俩人又撕吧，然后撕吧的过程，我妈可能哭了，就这个画面感啊，挺让我对，哎呀，就是我觉得说。当下就会觉得说要好好跟这段感情好好在一起嘛，就不要再辜负别人了，当下就这么觉得，然后也跟小大夫就聊得很明白了。我说，但凡以后你有任何问题之类的，我说你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个房贷啥的还不起，你就跟我说，我给你还。然后小大夫还特别能整事儿，他说，我说那你还有钱吗？我给你转点。他说不用，你也手里也没钱，跟我整事儿。我说那个，那你还不起，你再跟我说吧。我说你还不起再跟我说吧。对，觉得都对我现在而言，就是觉得年纪大了，可能对待一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尖锐了没有那么尖锐了。以后还是朋友，我觉得不光是朋友吧，是家人吧，因为我妈妈说是小大夫说每年过年过节还会来家里串门之类的，我说也行，这也是缘分嘛，
这也是，就这个缘分还在嘛，就是挺好。他失业了要怎么还？我不知道啊，因为他辞职他也没跟我说。你们记不记得就是他，就我跟他说，我跟大家说他那个出去旅游了。他说他要出去旅个游，结果就去那个川西去旅游去了。旅游的时候我就挺意外的，我说他妈的这也没钱，还他妈出去旅游，结果旅完游把工作辞了。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个动机和行为，就是我会觉得说，可能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做，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做，但是，就会觉得说，要为自己考虑一下吧，你起码就是你得有钱吧，分开了就不要干涉了，好一点的，不可能不干涉，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什么感情，所以你会觉得说，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感情，这个感情其实不一定是爱情，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有一些羁绊，对，就是会有一些羁绊，它那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割舍掉的，分就分的彻底，不要藕断丝连。多长时间感情？2年多，2年，谢谢图图YouTuber 直播，可以可以。就是我能带入叨叨的视角，我们尽量不提别人，好吧？但是我这个点我要跟大家，就是我也不是说炫耀之类的，就是，我不提名字啊，因为我刚才直播上我也说了，我说我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不提这一任的名字。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这段关系，就是我这段感情的关系。那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边，我可以说没有保留的去经营这段关系了。我个人会觉得说，我对这段感情，我首先我足够放心他，我物质、钱、情绪，我做的，我觉得我很到位了，就是我觉得我做的很到位了。你们可能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你们不知道我对这一段感情我做的，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我也不能说是对这段感情，我对所有的感情，我基本上我做的都非常的处理到位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只是这段感情跟我家里的关系其实不太 OK，就这一个，可能跟我姐姐的关系她也不会怎么处理，然后她也处理不好，跟我妈妈也是比较生分，然后因为我妈妈还总看直播，她有的时候说的话，其实我妈妈都能听到，所以就其实我有刻意的去，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妈妈在知道我又谈恋爱了的时候，我妈妈有说，我妈妈就跟我说那个，因为我这人对感情可能会比较，就是一开始就把就可能照顾别人情绪，然后会给钱之类的，然后我妈妈就说你钱都放在别人那儿，而且你俩刚在一起哦，我妈妈就会告诉我嘛，我妈妈就说你刚跟别人在一起，然后你就直接把钱给别人，你觉得 OK 吗？
然后我当时是我上学的路上啊，一个导演口述那么差，你口述有多好？我是你没听明白还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妈妈就说你小心一点，然后我直接跟我妈妈说，我说你不要管这件事儿，我说我跟他在一起，你们不要管，这不是你们该说的。我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说你这样只会影响到我俩感情，我就这么跟我妈妈说的。然后我妈妈其实挺伤心的，因为我说这句话，我妈妈挺伤心的，但我觉得我说的没错，明白不？就我觉得我的表达是没错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跟他在一起，那我信任，我跟他在一起，我就要足够信任他，我把钱的支配，就是把钱都转到他账户，我就没问题，对吧？我是这样一个人，啊、对，说话的方式有问题，对，但是我很讨厌，我很讨厌就是妈妈去干涉我的那个感情，对，然后啊，你们之前吵架的时候骂的比这凶多了，你说我吗？哦哦哦哦，然后包括现在我尽量不让这段关系就去家里，因为他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跟我传达的就是，不想去家里之类的，或者说就是害怕之类的，所以我尽量就是让两个人就是两边人分开，包括那个就是其实我妈妈明天要来嘛。我妈妈明天要来，然后我妈妈说要看看那个新家，因为她就来过一次，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她看了一下，然后就要来。我说那行吧，我说你们来吧，然后我就跟这一人我说那个那个下午他们就是明天他们要来，我说你去健健身吧，你既然不想见他们，而且我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那个就是争论之类的，我不想让，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跟她争一些东西的，如果我当着妈妈的面去，当着她的面去跟妈妈去争辩的话，可能妈妈又会伤心了，所以我就说，那你就先出去吧，因为我真的，我觉得处理不好。处理不好，我就说那我就不处理了，我就说那就让他们回避一下就是该谁的事儿谁就回避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我觉得我处理的已经非常非常的用心了成就了现在的你。这张专辑吧，人数还没到200呢，到200我再说我之所以不提这个名字，其实是刚才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我有说过，我说我不在直播间提起了，不在直播间提起这个人了我说到我就做到大家记住一点，我百里屠夫，我就是要脸儿，我说到我就做到，我说我以后直播间里不提这个人，那我就不提这个人我就用这段感情去代替了，好吧？因为刚才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无意当中提到了，然后有的可能在别人眼里可能就不太好，我的直播间里大家就尽量聊我，别聊别人，任何人都是，比如说什么那个其他人的名字下定决心了，下定决心了就不要聊嘛，人家不希望被提及他就是不希望被提及，那我就不聊嘛别把话说这么绝，我没有说的很绝，这我觉得这不是我没有怄气，我就是
图图是觉得这一任不懂你付出什么吗？就像我今天直播上，对他说的，我觉得认知不同。我觉得认知不同，他可能觉得说，就他就是每个人认知不同。程宝宝晚上好。对，就是认知不同，你认知不同的话，你是解释不通的。车怎么弄？我又没单身，车怎么弄？怎么了？你想要啊？就有些人你真的是想什么呢？我们又没怎么着我只是不提这个人而已。不合体直播了，不合体了。我觉得就是少说话少说话。我话我都不愿意说了，我就觉得说你说多了他会觉得说，我不知道今天直播的时候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反正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处理这个关系了，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发生了问题，我能不发火就不发火，那我不发火了，然后我过后把这个事儿聊清楚。我是希望就是说你看发生的就是，对吧？我的处理方式我都觉得说你发生问题我不处理嘛，我不处理，等这个事儿过了，然后我再处理这个事儿，我再聊这个事情。制作新赛季吗？有些人打字人呢？就我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咱们聊一聊，或者看哪块有问题，但我发现就聊不通，就是聊不通，没有欧气，跟欧不欧气有什么？对，跟欧不欧气有什么？我还是会觉得说，大家可能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恰恰相反，就是少沟通。对，就是聊不通。对，聊不通，就是我只能说聊不通。不同频，就不聊了，那这对，就这样。不沟通更让那我真的没办法，你聊不聊都解决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就是这样说又不好，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平时的一个状态，就我没有恶意，我接下来说的东西，我发誓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就说清楚，明白吗？我没有恶意，我也没有说别人坏话啊，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委婉一点说，我不说不好，我这么形容，其实大家就明白了。我委婉一点说，好不好？就是，不是委婉一点，我就是变个词说，就是，这一任他是不经历世事的人，你别看他可能年龄跟我同岁，但是他，生活经验会非常的少，他就是完完全全他。就是接触世界的事儿特别，不是，没有什么毒打，我觉得不是，大家别那么理解，就是他很多事情他没接触过，就是他没接触过，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冰箱，冰箱，大家买过冰箱吗？我得委婉的说，大家买过冰箱吗？就是买过冰箱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个冰箱啊，它不能说马上就插电啊，就是买冰箱不能马上插电，你们知道吧？你们知道这个知识吗？就是买冰箱不能马上插电啊，对，要放6个小时、8个小时啊，对，但可能这个人他不知道，然后我就会，比如说他是一个比较对什么事情，就我之前我接触过，就是当兵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什么事儿吧，他们都喜欢给他一拳，或者说捏一把，或者转一下，他会碰一下，比如说触碰的东西，他一定要碰一下，就那种。就是我接触过当兵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他一定要碰一下、按一下、掰一下，或者摸一下，或者怎么样，他一定是这样，对他一定是这样。然后我就会，我可能会提醒我说，哎，那个别插电啊，为什么？他就会问为什么，他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说那个这个，我有的时候吧，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忙，我就说你让你别碰你就别碰，然后他就可能会生气。但有的时候嘛，我可能不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啊，那个这个冰箱可能要静置6个小时、8个小时，可能它运输过程当中会有什么，可能那个制冷的那个什么氟利昂，然后什么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就说大概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还是不懂，对，他会说啊，会吗？就是他会啊，不是吧？谁说的？就那种，他是啊，对，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他说啊，这哪有这种说法？会吗？就之类的，对，他会有一点点这个毛病。然后有的时候吧，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就嗯。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这种例子，就是我会觉得，包括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说话很触动我，就是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说因为他没住过别墅，他没买过房子，所以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他需要我去给他解释。有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就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吧，就是有什么事儿吧，有什么事儿我就希望一下我就干完它，我是这种人，所以我经常会焦虑嘛。我是那种急脾气，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希望，就比如说装修，我希望2天我就装完，然后有的时候就把自己神经逼得特别紧，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去解释，就不愿意去解释。然后这个时候他又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回答，有的时候可能我可能有一点点不愿意回答，然后可能会触及到他心里的一些小创伤，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愧疚，会很愧疚，然后那我就找个话题，我就找个话题。但是他这个时候吧，因为他这个人吧，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会觉得说，我找话题，然后他已经忘了那个事儿了，能明白不？就他忘了这个事儿了，但是我是会因为这个事儿，我会觉得说，刚才我是不是话说的有点重了，或者脾气有点不好，然后我比较急，或者说我挂脸了怎么样，我就跟他找个话题，然后就会逗逗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憨厚的一个人嘛，我就逗逗他，逗着他，然后他就他他当真了，这是
对他当真了，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是在，就他就时间长，因为总是因为这些事儿，总是因为这些事儿吧，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就觉得是认知不同，就没必要去解释了，没必要去解释了。对，它不复杂，它太简单了，它太简单了，他其实是一个没太大问题的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头疼，对他就有点儿，就他他有点融入不了这个，就是现如今的这种社会，就是他是，怎么形容，就是对经历的少是，我就会觉得很对，我觉得没多大问题，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以后就是不说了，就不去跟他开玩笑了，也不去主动就是要求他做什么事儿了，他能做他就做，他不能做就不做了。我不想要求什么两个人共同进步啊之类的，没有。对，我可能我多要求自己一点儿，我就不要求别人了。对。对，他没有问题，又开始要求别人了。你是老师吗？你是谁呀？对，频率不相同，只是频率不相同，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沟通有问题，两个进步型能在一起吗？两个进步型是什么意思？我没接触过，就是进步型，以后在广州定居了吗？是的。很多东西就是认知不同，频率不同，然后频道不同，对它没太大问题。对我来讲的话，只希望图图会幸福。我觉得还好，我现在就觉得说趁我还活着，然后多体验一下吧。北京的房还在吗？北京房租的。必强引入互补，还回东北吗？回什么东北呀？我在这边我住的好好的，我为什么回东北？后边还是觉得深圳好吗？广东都挺好的，没有说哪个城市一定好。就我觉得惠州也挺好的，深圳你要说好也挺好的就是，但我觉得东北我不太喜欢啊。有些人就很能是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认知和沟通上面有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沟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我跟他沟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你们懂吧？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这个例子大家也从直播上也能看出来，
也能看出来。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开车这个事儿，开车这个事儿，就是开车，它是一个，就之前他可能，就是说非常直白的，就是他开车比较少嘛，他开车比较少。那开车比较少，因为这次就是买车也是想着就是说，就是算是俩人一起去旅居嘛，所以我其实买这个车吧，也是听了他很多想法，这个车也是就属于他比较喜欢的。买完这个车吧，其实在他的眼里，就是他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喜欢开车的人。对，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很喜欢开车的人，我就总不让他开车，但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车的人会怎么想，就是我怎么可能爱开车呢？开车是一个很累的事儿，就是有车的人不会想开车，就说他的视角可能就觉得说，我爱霸占，就是然后呢，我就试着让他开，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就是，因为他开车本来就少，然后他变道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很多时候吧，他就反应比较慢，或者说就是变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打转向灯，或者是刹车的时候，他是喜欢急刹。我就是开车的老手，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远处都看远处，然后可能前面就离大概1000米、2000米，就大概都看这么远。然后别人比如说有红灯的话，我们适当就减速了，他是到跟前才减速。高速上他其实跟的也比较近，其实他那个距离吧是 OK 的，明白不？他的距离其实对咱们来讲的话，是跟我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新手，他可能反应速度吧没有咱们老手快，就哪怕是相同的距离，新手和老手的反应速度是不相同的，你们能懂不？所以我就会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这块你要提前刹车，他可能就不爱听，他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情绪，他觉得说他开车我总管着他。他说你在副驾就好了呀，我现在也没出事故啊，你干嘛总说呀？我说你出事故就晚了，而且特别危险，他不是几次，他是好几次都会让我心惊肉跳的，而且都是在高速上。你要是在普通的马路上，我觉得 OK，你就在普通的马路上，因为再怎么样你就是磕磕碰碰，在高速上我不敢。我不敢就那么放心的让他就开，然后他一开车我就心揪得紧紧的，然后可能就会叨几句，他就不想开了，不想开，然后我一开的话，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哎，好像就不信任人似的，然后又鼓励他开，然后就开的时候我就教他，然后他又不听，然后我就开完，我就觉得愧疚，反正就经常是这样。然后愧疚的时候，因为他会跟我说，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我不信任他之类的。但是我，人命人命啊，这是人命啊。总结一下，你就是太操心了。不让他开高速，他只敢开高速，他其他的他还不敢开，就是普通的小路他不敢开，就普通的城市他不敢开，因为他不会倒车，他倒不是说不会，他倒的不好，
他可能就是会比较，对，平时多练手我平时不跟着他，他不敢，我要跟着他，我说他不愿意，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是无解，这个事儿就无解，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无解了，因为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会高速练手不就玩命吗？是的，就是我会很恐惧，出钱找个陪练，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包容，就是晚上我想让他自己出去开一开，对，我想让他开一开。所以我就觉得开车这个事儿也是经常会有矛盾，哪个高手不是磕磕碰碰出来的？云所知道的世界，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磕磕碰碰，你出钱吗？就你们天天在说是跟我说这个说，如果他磕磕碰碰，就是哪怕维修的话，你出钱吗？还是你能治病？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吗？爱操心遇上事儿大的，我不想操心，其实我喜欢我不喜欢争吵，我这人特别讨厌争吵，一争吵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那我不喜欢去跟别人争论一些东西，我就是他有的时候就说那撞了就赔人家嘛，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他的观点就是说什么，就是撞了就赔嘛，不是有保险吗？我说那你说的简单，保险第二年可能小磕小碰嘛，人家第二年不会涨价，但是你磕碰人家，你不得赔偿人家赔偿人家误工费呀，或者说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比如说人家没车用，那你是不是得那个给人家租一辆车呀，对不对？对不对？那你这些东西也要考虑，而且咱们的车也是新买的，人车也是新买的，你折旧啊之类的，他就会觉得说，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开远光灯的事儿，我说别人开远光灯，咱们就尽量不要开。他说那我看不清啊，他说那我看不清啊，我说那个如果说看不清的话，因为我们那个是自动打灯的。我们那个是就是感受不到前面有光的话，我们自动打远光灯，然后感受了就自动打近光灯。我们是属于这种车嘛？很多人可能不，就是可能就是都是老款车，现在新款车都是自动的嘛。就给他讲，然后他也就会觉得很烦，觉得我不信任。而且就是今天讲的那个事儿也是，就是他按照他的视角讲，然后我按照我的视角讲。其实我的视角就非常简单，我的视角是什么呢？因为那天我说一下我的视角，我不是说谁对谁不对啊，我就说一下我的视角。
我中立的说一下，我不是说谁对谁不对啊，大家听听我的视角，大家就明白了。当然也不，我的视角也不算对啊，就是我就跟大家说是我的视角。那天呢，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那个卖房子的那个手续嘛，然后那天早上大概7点左右我就醒了，因为就是我这人有事儿吧，就是放在心上，我可能就睡不着了。我大概睡了6个小时，7点左右我就醒了，然后一直到8点半左右，然后我就把他叫醒了。我说咱俩一起吃个早餐。然后我俩就去吃早餐了，然后吃到9点半左右。然后我就说那人家那边10点约着去那个房管局，然后去过户嘛，然后我就去了，办手续啊之类的，包括我们搬家呀，然后就基本上忙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们那天从七点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我就一直在忙嘛，没睡觉。3点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着说，因为我真是太急性子了，你知道吧？那一天忙了一大堆，把这个所有的手续办完了，然后紧接着3点我也就是太着急了，我就说3点，那如果说我们再去那个酒店住的话，那可能会又多一天钱，而且就早搬过来早完事儿嘛。结果我3点左右我又回家去搬家去了，一直到5点。我在找搬家公司嘛，然后找那个货拉拉，5点左右人搬家公司来了我就发现，因为我7点起来的，我中途没睡觉，所以我眼睛已经就是聚不了焦了。因为我眼睛疲劳的话，我眼睛聚不了焦，我就觉得我开车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是因为他在家处理那个宽带的问题，因为这边要安宽带，然后那天还没安上宽带，我说那个宝你过来一下，我说那个我眼睛睁不开了，你过来帮我开个车。他说好，你在那等着，你千万不要自己开。我说行，我就在那块等他的过程，我其实都要睡着了。然后他好不容易过来了嘛，就是因为那天还是周五晚上，过来之后我就已经累得不行了。他说那你赶紧休息吧。但是吧，他太爱我了。你们知道吧？就是他是太爱我了，而且他特别粘人，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生活的人，你们懂吧？他特别爱我，这是我的视角啊，他特别爱我。对，他是一个跟屁虫，他其实骨子里就是说，那个老公你赶紧去休息吧。但是呢，他来了以后，他就我走哪儿他跟哪儿。他就属于那种跟屁虫，我走哪他跟哪。然后吧，我就上车，我寻思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我寻思在车里我静待一会儿也能缓解一下。结果吧，我就说你看着点那个搬家的，我说你看着点搬家的，就别那个扰民之类的。然后他说这有啥看的呀？他们搬他们的呗。我说你去看着点行不行？他说哦。结果他就看一会儿，来我这坐一会儿，然后再看一会儿，再来我这坐一会儿，搞得我也我也休息不了，我还得跟他说话。然后呢，那边他还没看着，而且吧，你们知道我们是别墅区吧，别墅就相当于1楼嘛，我们那是越野车，2-3吨的车，关车门的时候，因为他又是一个退伍的，或者说就比较偏直男的人，他来了4次，关了8次门嘛，就等于咣咣咣咣8次，你们就想想，8次关门，咣咣的关1楼，而且就离人家特别近的一个别墅区嘛。我其实听到那个关门声吧，当时没有被投诉，因为我也不知道被投诉。我都觉得有点吵，因为我要休息嘛，他就不以为然。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去看着点那个扰民之类的。他说才9点半，有啥扰民的呀？我说这别墅区吧，我说我家那邻居特别鸡巴事儿，因为我家那个邻居吧，就是因为这个噪音的问题，
投诉过我们，跟我们就对着干的那种。她是一个神经衰弱，或者说一个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一个女的。就按照我的理解，她就是没老公，她老公可能跟她离婚了之类的。她是一个30-40岁的一个女的，逼事儿特别多的一个女的。我说吧，那个你去看着点，结果她就说9点半，晚上9点半有啥的呀？怎么样？我说你就去，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她解释。我说周五。无论就是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就不能装修，不能有其他的声音，然后周六和周天全天不能装修，这个我没有办法普及，这个事儿，我就说你去看着点吧。结果他就觉得我对他凶了，然后我也确实觉得我对他凶了，所以就是路上我就找话题，你知道吧？我觉得我确实是有点凶，也不是有点凶，就是有点，我就说你去看着吧，我求求你了，就这种，我是有这种语气，我说让你去你就去吧，因为我特别累嘛，我就说我想栽歪一会儿，我确实是有这个情绪，然后吧，对，有点不耐烦，然后我就意识到了，因为他中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我又没住过别墅，或者说我又没搬过家，我又没买过房子之类的，他大概是这个。他大概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很愧疚，然后吧就是开车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咱们开车赶紧走吧。我说人家还没搬完呢，我说咱们得看着点。他说有啥看的？我说因为是我妈妈和那个我侄女在家，一个老人一个孩子，老人60多，孩子4-5岁。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老人和孩子自己在家，你能放心吗？然后他就不说话了，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是自己，他可能体会不到嘛，对不对？为啥你不直接说想待会儿休息一下？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是他让我上车休息的，因为他明知道他是这么说的，老公你上车待会儿，你休息一会儿。是他让我说，你说老公你上车待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你睡一会儿吧，我来。结果他没事，他就上车，他可能意识不到，你知道吧？他意识不到这个事儿，然后，对你说我咋说嘛，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确实有点不耐烦，然后我就带他吃了个，我路途我就说你是不是饿了？咱俩去吃个那个牛杂去，因为我家附近有个夜市，那个牛杂还挺好吃的。吃牛杂的时候，然后我也故意找话题，然后路上吧，因为他吃牛杂，然后他拉肚子，因为那个牛杂可能有点辣，他拉肚子，然后中途吧，他就要上厕所，然后我就带他去那个加油站，我就带他去加油站了，我就说那个你去那个，他就说拉屎，我说那你去拉吧，然后我就在那等他，等那个车上我还觉得说我是刚才就做的有点不对嘛，我有点不耐烦，然后他上车我就说，那刚才那个上厕所不害怕吗？大家记住啊，就是这个前后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愧疚，我说那个刚才上厕所不害怕吗？因为他怕鬼。你知道吧？他怕鬼，然后我俩鬼片他都不敢看。我说刚才那个上厕所不害怕吗？他说害怕啥呀？我说你知不知道这种那个就是公共的这种厕所隔断，有鬼，都死过人，都嘎过人。谁跟你说的？谁跟我说的？反正我每次去我都觉得非常恐怖。别在那胡说了，我胡说啥呀？而且咱俩都，我是姓杨，我是姓那个属羊的，你也属羊，其实咱俩命不好。这又谁跟你说的？咱俩就属羊的命不好啊。其实我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吓唬他嘛，然后跟他找话题嘛，这不我就找到话题了吗？对吧？我就说属羊的命不好，因为就是那个老一辈都说属羊的命不好，我就跟他闲聊嘛。对，就是网上都这么说，我就说这个属羊的命不好，还有你这封建迷信怎么样的？他说哎，你这封建迷信，你可别在这块说了。我说因为我说我妈妈，对吧？我说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属龙的，
对吧？属龙的，然后就是搬到哪儿，这个都阳气比较重，所以就没有那些事儿。我的意思就是不招鬼。然后属羊的，就是那个体弱，然后就会招鬼之类的。我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他可能就会特别较真儿。他说：“别胡说了，别胡说了，因为封建迷信怎么样的？”他说：“这谁跟你说的？你就天天就在那块封建迷信。”然后当时我就被他说的，我其实就是想找个话题。就被他说的，我就说，然后我就有点说的，我就有点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不知道我在找话题呢？然后我就继续找话题，我说你真的挺犟的，你这人就爱抬杠。然后他说你才爱抬杠呢，我其实就在逗他嘛。然后我说人家网上都说了。啊，我说人家那个网上都说了，一般反驳性人格都是都是那个什么认知低之类的。他听这句话，他可能觉得是我真的在批评他，他就生气了。啊，他就真生气了。对，他就真生气了。然后我就一直在车上，我反复的说，我说你看网上就这么说的，我说网上就这么说的，因为对呀、我就这么跟他说的，然后他是真生气了，然后他居然觉得，他今天在直播间里就觉得说我真的在批评他认知低。还有个什么事儿呢？也是，你知道吧？因为吧，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几乎不会跟他正面冲突，除非直播。因为直播有的时候吧会可能希望就是因为他把一些事情宣传出去，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直播去澄清一些东西，所以在直播上我俩基本上都话赶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拱火一些情绪。但是我俩在现实当中，我基本上都是可能会迂回，因为有的时候我承认我这个人吧，确实有的时候会不耐烦，然后每次不耐烦，其实我都能感觉到，我就后悔，比如说今天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买了个热水器，当然我说的这是以我的视角，而且我尽量客观的说，我们买了一个热水器，他下午3点的时候就要来安装。然后他在安装的时候吧，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公那个热水器的那个水龙头有点旧了，他说咱们要不要换新的呀？我说那就换呗。然后他说那这个水龙头叫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上网那个拍照一下，然后在抖音上搜一下同款。然后他说叫三角阀。我说哦叫三角阀，那你就那个买吧，在那个这个美团上买。我说等会儿人就过来安了，他说好。然后他就买那个角阀，然后买了那个就是那个水管就连接那个热水器的，然后又买了一些那个就是室外的那种就怕淋湿那种插头的那种遮罩。他就买了这些东西，结果买了，然后人家过来安的时候，然后人家就说这个角阀吧，它这个不是那个铜的，可能以后会生锈，大概只能使个半年左右。我说那咱们先安嘛，我说那个到时候实在不行再换。我说那个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呀？在这个师傅马上要来的时候，他就开了一把金铲铲，还是开了个什么游戏，他就在那块儿。人师傅来之前，我就说你把这些垃圾都清走，或者说把这些什么把那个，因为那个燃气热水器吧，它是那个得关那个水龙头，他不知道水龙头在哪儿。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以后也是在这住嘛，因为上午是我关了嘛，我就知道水龙头在哪儿。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去关一下，他知道在哪儿嘛。我说那你去关一下水龙头，马上就来了。他说不还没来呢吗？我说那你去关一下。他说等一会儿。他就在那块玩游戏嘛，他说等一会儿。结果人真来了，我就说那个来了以后，人家就在那块安装嘛。我就说那我别让人家关去了，我再说的话，他肯定那个生气了，我就自己去关了。
关了以后吧，他就一直在那块打游戏嘛。他这个游戏可能不能断还是怎么的呀？那他那个游戏不能断，我也不知道，就是反正他一直端着游戏，然后那个人家修什么东西，他也在端着游戏。我说老婆，你去那个把那个水龙头再拧紧一点，我说有点漏水。他说哪儿啊？我说就那儿，然后他就去拧了。拧完了以后，然后我就说师傅，咱们应该买什么脚阀啊？然后因为我在沙发上，然后他在师傅跟前，他拿着手机，他拿着手机，然后就在师傅跟前，师傅就跟他说，师傅就说这个脚阀应该买这个，买那个，然后他就说哦，然后他全程在打游戏。然后因为这边在安装的时候，我也不闲着，我就去安那个就是遮罩去，那个遮罩他要买小的，然后我就全扔了嘛。然后等师傅走了以后，地上全都是水，他还在那打游戏，我就去擦，我边擦我边跟他说，我说那个你能不能别打游戏了？我说你能不能别打游戏了？你要给他布置任务，哪一句我没布置任务呢？我说你能不能别打游戏了？我说那个游戏就那么重要。我说他那个要买什么脚阀不跟你说了吗？咱们要买什么赶紧买，过2天安花洒的来了就一起安嘛。我说你现在就买嘛。他说等一会儿，然后他紧接着就又过去打游戏去了。然后等他打完游戏，我说那你买那个脚阀了吗？他说我现在买。然后他整个全忘了。他忘了人家告诉他买什么了，他又给人打电话说，哎，那个买什么呀？买什么？我就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以为你玩游戏，别人说什么东西，因为你全程在听嘛，你玩游戏你听着点嘛，对吧？你听着点，结果不听，然后说知道了，然后就人家走了，然后又问人家。然后紧接着我再说一下那个，他今天说的是直播事件。直播事件我不知道我怎么跟大家形容，就是直播事件就是我还是按照我的视角啊。直播事件是怎么呢？因为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每次直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的光线会比2把刀的要比那个这一任的要柔呢？就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每次直播我的光线会比较柔呢？对，我的光线会比较柔，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直播吧，就是我的光是散的，我的光是散的，而且我不正对着自己，你知道吧？今天他就说那个要直播，他说要直播，我说那个着啥急呀？我说着啥急呀？我说咱们房子没装修好呢，我说那个等装修好了让大家看一看，就是说，因为肯定有人就问咱们在哪儿住，我说你不着急。然后因为那个是我也忙一天了，我是早上9点多8点多我就醒了，那个时候是晚上的6点多，我说那个不着急，然后他就不顾我的劝阻，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块研究吧，他就把这个光他就怼着自己。你们看一下，就是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光如果说你这么打的话，脸特别白，对吧？但是你要这么打的话，这是我的打法，他的打法是这么打，他就会这样，会有点爆，然后会特别刺眼，是这样的。这个光是这样的，它会比较刺眼啊。我就说那你就慢反嘛，你就到墙上慢反。
我说，而且就是他是这样的，直播有几个细节，我就可能有点细节控，我就忍不了。他是这么播的。大概的角度是这样的，当然它的光，我给大家还原一下。大概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反正因为他的手机的缘故，他的手机比我的这个显脏，就是我这个位置是脏的，啊，我就会觉得说，就为什么要把脏的一面露出来呢？而且就是这样，皮肤显得也不好，因为他的那个手机，再加上他今天穿了白衣服，他又不是像我这种穿黑衣服，然后他那个最近也有点长痘，然后他毛孔也比较，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也有点大，然后我就说，那等准备好了你再播呀，对吧？我就说准备好你再播呀，他不听，他就非得着急播，然后我就去睡觉去了，你知道吧？我就去睡觉去了，睡觉，然后，我真的困得不行了嘛，我就睡了将近10几分钟，然后我就被他那个直播就是吵醒了嘛，吵醒我就过来，我说卖了多少本了？他说卖了3本。然后我一看他直播间人数也60多人，然后他一直在讲这些事儿，然后讲这个专辑的事儿，大家也没有互动的，因为我在那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挺尴尬的，我才过来的。我说让你别播，你非得播之类的，然后我说就卖了3本之类的。而且他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一块儿就是这个位置，再给大家看一下，他是在这儿直播的嘛？他在直播的时候，这个位置是有你们想想，一个冰箱的一个大箱子的纸壳子，一个75寸的彩电的大的纸壳子，就等于这一块被垃圾占满了，你们懂吧？就这一块基本上被垃圾占满了，就走路都有点费劲啊。我就说，那你直播，你把这块清理一下啊。我说你把这块清理一下啊。他说啊，我在那个角落直播，我又拍不到那个位置。我说你别废话了，咱俩赶紧给你整出去吧。我俩就是那个，就跑到负1层把这些都扔了。然后门口有一个小快递纸壳子，他也不想扔。然后他就说啊，我晚上自己扔吧，怎么样？我说你赶紧扔了吧，因为你们懂吧？就是我，你知道吧？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你直播的时候，你尽量把这个空间就是整理的顺一点。你说人家让你翻镜头，也好看一点，包括那个墙那么黑，你就尽量避开一点嘛。就是他就觉得我有情绪，他就觉得我在找茬。我这算找茬吗？我就不明白，我这算找茬吗？我就是，而且就是我就逼他跟我一起把那个纸壳子搬出去的时候，我开了一句不恰当的玩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说那个，我说咱俩赶紧整吧，我说那个原来那个你身边的，因为他身边的人，他之前有几个朋友，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二把刀，其实我这人特别邋遢。就是他有一个朋友说我这人特别邋遢，然后我其实跟他在一起半年多，我不觉得他是个邋遢的人。然后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就逼他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就跟他开了句玩笑，我说那个原来你身边的人说的真没错，你确实是有点邋遢啊。我说你确实是有点邋遢，赶紧搬吧。
他就觉得我在人身攻击，在就是人身攻击他觉得我是人身攻击，然后就整个的下来，他就会觉得说，是我这2天太累了，他觉得是我这2天太累了，我这2天太累了，然后情绪比较不受控制，在那个找茬，他不喜欢你说他，是谁都不喜欢谁说他，但是没办法呀，我还是那话，我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我不喜欢起冲突，发现有2个冰箱，哪有2个冰箱？那是1个冰箱。在一起生活，我觉得真的挺累的。让他一直单纯，你一直宠着他，啥问题都没有。所以今天我总结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说，我说你啥都不用干了，你就把片子弄好吧。对，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着，就是说我说别让他干了，干了反而我自己也累，开车也不让他开了，就是啥都我自己来吧。对，我就说你看他今天掉眼泪了，你们不知道，他今天没在镜头面前他掉眼泪了。我觉得有一点触动他了，就是说这个新房子他没有那个参与感，他买什么东西吧，我都不让人就给人退了，这点吧，我确实能感受到他，因为我就很怕有这点，我觉得就是说，我跟他在一起这半年，我是非常能感受到他这一部分的敏感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很怕他没有参与感，我很怕他觉得说在忙活的不是自己的事儿，就是我怕他有孤独感，或者说被排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尽力的都跟他靠在一起。对，包括他就会觉得说，那你那个买了一个，他就是那个阳台，洗衣机旁边吧有一个那个空隙，那个空隙吧就是有点不太好看，他就想买，他就觉得说买一个架子放在那儿，然后就能把这个缝隙就堵住嘛。但是因为他今天买那个就是遮罩的时候买小了，我就对他买东西我就彻底不 OK 了，我就觉得彻底不放心了。包括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花洒大家都知道吧？你接那个水龙头的时候，它会生胶带，你们知道吧？哭了好久没有哭好久，他掉了几滴眼泪。就是生胶带，你们知道吧？这个生胶带它绑那个水管的时候，它那个螺纹它要绑着生胶带，然后拧紧，这样它就不漏水嘛。我就因为他只买了一个，我就说你多买点，我说咱们有这么多的花洒和这么多的水龙头，我说咱们要自己安的话，这个生胶带得至少那个5个，因为那个生胶带其实很对吧？你那个生胶带其实是它其实是很薄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没多少，转几圈就没了。我说你买5个吧，因为我们3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加厨房加那个2个阳台，非常费这个生胶带。他说5个用得了这么多吗？2个吧。我说你买5个，我说这么多呢，可是我觉得有点多呀。他肯定得用这么多，你就买吧，能用得了吗？你知道，就这件事儿，我也得就是就是我特别难受，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是说。我得跟他解释，就这种感觉。你就直接买吧，因为我这边没啥钱了，就是我这次那个连付完房款，然后再加上那个，付完房款再加上那个就是买这些大型的家电什么的，我基本上钱已经不多了，然后剩下就希望他买嘛，对，我就希望他买嘛，我这没多少钱了，你知道吗？不够再买就好了，前提是我们刚买了一个，这是我再让他买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买第2次了，因为第1次因为我们马上要有好几个水龙头要装，我说你刚才买的这卷不够，你再买5个，我说你再买5个，就是已经买了一个，然后我说不够，你再买5个。懂我的点吧？全款买房，我是贷款。对，水电的东西是要买好的，然后你知道吗？买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再买就好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在京东上买，因为他是在那个美团上买的，买错了。我说你在京东上买，我说然后他说没事儿，那个美团和京东上差不多价格。我说你差不多的价格你是买到了不是全铜的，我说你就在你就在京东上买，那个价格能买全铜的，我说你别再买错了，能明白不？我们已经买错了那个角阀，买错了那个水管，然后紧接着人让我们买，我说那你去京东上买，京东上大概40多块钱能买全铜的，但是他说那个美团上也40多，咱们就在美团上买吧。我说美团上40多你买不了全铜的，因为他得挣差价嘛，他实体店他得挣差价嘛。我说你就在京东上买吧，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就得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好累。我觉得好累，我说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听我的？他就啥事儿吧，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买完了不行，就是有的时候我不是说很多事情我得解释好多遍，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要解释好多遍，就是我脾气不好，就这种。有些时候我怕他听不明白，我就一遍一遍的跟他说，然后他就嫌烦。
就这种。所以我就说他生活经验没多少嘛，他没，不搞这些，你知道吧？对，哎呀，愁死了。然后就我有的时候就会不耐烦，然后我跟他说完话，我就会心虚，就会想找话题，然后一找话题，反而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你把耐心都给我了，你关键我不想操这个心，那买完了不能用啊。你就比如说这个这个水龙头这个事儿，我要是自己修的话，我也能修，但是我怕漏水。那人家来那个安这个水龙头的人，我就寻思让人顺便就修了呗。那咱们准备好直接拿给人就修了，人家比咱们专业，对不对？你省着就是说这个事儿，就到时候，你现在我们安的角阀就是啊，我们安的角阀只能用半年，那你说，到时候我再整不好，再漏水，年龄差，我们有什么年龄差？我们是同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解释不了你看我越解释，说我爹味儿重，你看评论区里就说我爹味儿重，我要不解释，这个事儿它就是麻烦呢。要不就说我的那个情绪不好，说我什么最近累了，然后跟他说话就总怎么样，带着情绪，我就这样。你拿他手机买，是以后我就不让他买了，我就自己买。对，我就说啥也不让他干，我啥也不跟他开玩笑，就是这些事都我整。我说你还是整那个就是那个剪辑就好了。就说定了嘛，就是咱们以后啥也不让他整了啊。我去哄啥呀？我又没怎么地他，我哄什么呀？我俩也没有说那个什么这怎么样，对吧？有什么好哄的呀？我刚才还是让他点外卖吃，我还关心他吃没吃外卖。你不是把他骂哭了吗？我啥时候骂哭他了？啊？我啥时候骂哭他了呀？你从哪一句话听出来我把他骂哭了？我啥时候骂过他呀？我说不满意可以走，我是说他对我不满意可以，人都是自由的，可以怎么样啊？对吧？那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吵，就是说人都是自由的，你要觉得对我这个对象不满意，你要觉得说我怎么样，那可以走啊，我对他也是一样的呀，我要不满意他，我也可以走啊。我说的这个句话有问题吗？人都是自由的，对不对？你感情你可以选择，你不要就是说这段感情你会觉得很委屈之类的，没有委屈，大家都是这个年纪，你随便选择，有很多选择，包括直播间里有很多爱我这一任的，对吧？你们都期望着就是说他找到更好的，或者说你们跟他在一起，这有什么委屈的吗？这话谁听了都不舒服吧？太伤人。那你们不知道我有多伤心，那你们不知道我有多伤心。
我不是一个就是半柔弱的一个人，我不是一个半柔弱的人，其实我比他还伤心，那你说你咋吧？看热闹的，有的事我不能说。我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谁对谁都不说了，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些人不希望我俩在一起，在网上一些造谣的、一些诋毁的，包括有一些什么无中生有的，反正就这些，他身边的人造谣其实我特别想发声，我发声的情况下肯定就是会说一些就是真人真事儿，因为我发声都是真人真事儿，但是呢可能就会涉及到有关于他的一些人，他不让我发声，我就一直都没发声，所以我就一直在无中生有，网上造谣我说什么潜规则什么的，包括什么真实金主给什么一些乱七八糟，都是他身边人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诉求，我就是想站出来，我说我就跟大家说怎么回事，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些敌意，所以他们才会这么说而且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我说这帮人还怎么地，包括网上对他有一些误解的声音也是这帮人说的很维护我嘛。我不知道他这个行为，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是会觉得说他的那帮朋友毕竟跟他有过过往，所以也不想闹得那么难堪，那就牺牲掉我嘛，对吧？他不想跟他的那帮朋友闹得特别僵，他就牺牲我，他就觉得说反正你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那就不要说了嘛。第二点，所以有些事儿吧，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我到现在我都没办法跟大家说，要说了的话，前任嘛，自己理解吧。他给人的感觉现在除了你啥都没了，是的，所以我就说不说了。其实不是牺牲你，他是觉得靠得住你，挨屁嘞。就有些事儿吧，我明明我是受委屈的，但是我不能发言，我不能告诉大家我哪儿委屈了，我不能告诉大家真实的事儿是什么事儿，他压着我，包括他也被别人误解，他也压着自己，他就不想去说然后就导致了就是网上有一些谣言就一直存在就是这样，他不让我说，那我的性格就是说你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骂我，但你不能造谣，你不能造谣。如果说你造谣我的话，我会把事实真相公布出来，那咱们就对吧？什么事都说出来嘛，对吧？你不让我说，因为这里涉及到好多事儿。
就别的不说，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们能接受你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不想说了。不是，就你们能接受，就是说，你们现任为了别人去贷款，然后跟你在一起吗？就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为了之前的人贷了10万，然后这个事儿不许别人说的。这是不许我说，然后别人还会觉得说，我的视角很简单，我跟你处对象，我不需要你为我付出什么，但是你起码别为了别人去，对吧？你别为了别人，然后还不许别人提这个事儿，你还不许要，你还不着急要，还是我让你要了一部分，对吧？然后他们还造谣我，还造谣你，对吧？明明你是受害方，然后你给别人贷了款，然后别人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明明我是被造谣者，然后我不能去回应，他们就无情，就是一直在网上，那段时间是在网上疯了一样在传我的一些事儿，而且传的就是特别莫名其妙。你抹不开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他妈这个性格，我他妈就是非常简单的，我做过就是做过，没做过就没做过。我到现在我都依然就是特别坦然的告诉大家，我在剧组里从来没睡过演员，也没有潜过演员，没有，对吧？我没有潜过演员，也没睡过演员。我在剧组里就是我敢发赌誓的，没有睡过，没有通过因为自己的导演的身份去什么获得爱情，没有过。但是别人的嘴里传出来的，就是他那帮朋友传出来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不能回应。二把刀是二把刀，我们不是啊。二把刀我们在剧组的时候没发生任何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啊。我们在剧组里没发生任何东西，而且熟悉我俩的人都知道，这段感情其实怎么说呢？这段感情没有谁主动，是互相喜欢的，而且是非常后知后觉的互相喜欢。没有说谁勾引谁，谁利用什么身份。我就这么说，可能你们觉得我这一任很优秀，但是可能我的菜不是这个类型，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没有说，因为他的外在就像你们一样，就跟疯了一样，就是往上扑。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为什么会是后知后觉呢？因为他外形，他就不是我本来的菜。那我们是因为在剧组的日常的相处，后来就觉得说人品不错，再后来特别偶然的机会，我俩在一起的，就是拍完戏了之后，然后突然就突然察觉到彼此对彼此的那种好感。
然后就被造谣成什么了？造谣什么都有。关键这些事儿还都是他们传出来的，而且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闹得多大。那个时候，北京的同性恋群，当然你们没有群，你们可能混不到这种群里去。北京的同性恋群都在传我们的事儿，都在说我拍戏，拍一个睡一个，拍一个睡一个。他们为什么要造谣这些事儿吗？就因为我跟这人在一起了呀。他们不希望我跟这人在一起啊。你们明白吧？就因为不希望我跟这人在一起，造谣他的，造谣我的，而且都是他身边的朋友，都是他身边维护的那几个人。你说人家都开始攻击你、造谣你了，然后在外边就胡说八道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不能回击那种感觉，他也不回击，这种我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为什么不希望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爱他呀，他们爱他呀。为什么他们都爱他呢？为什么他们都爱他？这个委屈谁能听我说出来啊？这段时间都给我逼的都不行了，我就是特别生气，你知道吧？我特别生气，我说从来没被别人这样过，我说没有人敢对我这样，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什么事儿当下我就要澄清的那种人，能明白不？我当下就会澄清，只要有人造谣，我当下我就会澄清。胖刀的粉丝霸占了什么？那不是他的粉丝，那是他的烂桃花，那是他的烂桃花。谁没有点委屈呢？都说我跟二把刀在一起，呸！都说我跟这人在一起，什么啊，我什么他妈怎么地了，什么潜规则他了，然后就是捞着了，都说什么不容易。那你们他妈见没见过就是跟我在一起完了帮别人欠着钱的人？我从来没处过这样的人感情。你跟我在一起，你没有嫁妆，我也不图这些东西，你起码别带着债务来呀。而且带着债务来，你跟人家已经没关系了，你为什么就是说不把这个债务解决了呢？他一直不解决，完了那边造谣我，那边伤害我，然后不让我回应，让我息事宁人。我们好像过错一方，我整的好像我理亏了似的。谁没有委屈？我觉得我他妈委屈大了。谁没有委屈？
房檐隔音可不大好，开着门呢，他能听着呢。把胡子刮了显得干净，你自己干净就行，你不用要求别人干净，别人也活不到你的那种干净法。这个叫光辉的。你觉得什么是好看，什么是干净，你就保持你自己。你不要要求别人，别人又不是你对象，对不对？又不是比赛谁更委屈，我也有委屈，我也想抱怨一下，对不对？我也想抱怨一下。分手了为什么还在一起？分手了也轮不到你，你不用在这块等了他很少表达委屈，这我真的就是会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我接受不了误解。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造谣我。你别哭了，我他妈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我不觉得说那个啥，我虽然说就是有委屈，但我觉得这是憋屈，不是委屈，但是不至于说哭之类的，我有啥哭的呀？有啥哭的？就是有些话吧，就是跟他说不通，讲不明白，完了他还觉得说我对他不好，他觉得我对他不好，他觉得说那个我什么累了，凶他了呀，那压根都不是这个事儿。你要说他反驳性人格，他就不爱听，但事实呢？但事实就是一个什么事儿他都，为什么？听谁说的？你跟他说任何事情，比如说这个水果等会儿吃了，等会儿不好不甜了，为啥呀？人网上都这么说的，说这等会儿就不甜了，谁跟你说的呀？这封建迷信，你赶紧吃了吧，没什么呀，等会儿吃一样的呀，他就是这种。他不承认他是这种，他不承认他是这种。比如说这个那个螺丝刀子，你要买12个型号12的，为什么要买12的？你就买12的，因为12里边有14两个头，这样都能用。那你就直接买14的就好了呀。你买12和14的，这不就是好用一点吗？可是12、14的那个贵一点啊，那你就直接买这个就行。可是你那个时候不是告诉我要省钱吗？行，你爱买什么买什么。你态度不好，你跟你说点话，你怎么就急了？你爱买不买，就这种。他不承认，买螺丝刀这个是我就是给大家举例说明，就会把你心情搞得就是这，他会想着办法，就是说证明你是错的。
这个东西你拿走啊，等会儿那个直播怎么样？可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啊？你不是说那个要换的吗？所以这个我才没拿走。可是那个冰箱，我们之所以箱子不拿出去，是因为冰箱放够6个小时之后，我们试试制冷。如果制冷 OK 的话，这个箱子我们就可以扔。我们那个时候正好那个箱子已经到6个小时了，我就说这个可以扔了。他说：“那我哪知道你什么时候扔，什么时候不扔啊？”他不承认，他不承认，他反驳性人格。反驳性人格你们能接受吗？对，说啥干啥，我觉得那也太没有人格了。但是我告诉他了，我都告诉他了，我就说那你，这个事怎么的？那你不告诉我省钱吗？他又会就是拿这个话来找我的漏洞。我说那你这个你买好一点啊，买好一点。那你刚才不让我省钱吗？可是这个东西要那个我说你赶紧买吧，我说这个东西咱们要买好一点，因为这个是那个纯铜的才不会生锈，要不然过一段时间还得换。你看，你一会儿让买好一点，一会儿又让我省钱，我都不知道怎么买了，要不你买吧。他不承认，你给他解释清楚了，他会觉得说你很在意这个事情，你生气了。就比如说邻居投诉这个事儿，他觉得我是马后炮。我是第二天听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第二天我听说了人家投诉了，然后不是，第二天我听说他跟我家里人有争吵了，然后我想着说，为什么我会在路上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因为第二天晚上这个事儿发生之后，第二天晚上我们还要去取东西。第二天晚上我们还要回家去取东西。第一天晚上9点半我们搬家，跟邻居吵架了。第二天8点半9点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家取东西。我在路上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说昨天这个事儿被投诉了，我说等会儿咱们那个小心一点，少声一点。他说昨天不才8点多吗？我说昨天是9点多了。他说不可能，我记得是8点多。我说是9点多，不可能，我记得清清楚楚是8点多。我说不重要。我说今天咱们搬东西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别墅那个人都休息了，才9点人家就休息了。对，你不知道这个别墅这帮人特别事儿。可是事儿9点多他们也不能睡觉吧？我说人都9点多人都睡了，不可能，就这种。就这种。他说他这不是反驳性人格。
然后我解释的有点不耐烦了，这事儿又炸了。你说谁能耐烦？谁能耐着性子总解释？我要是急躁的解释了，他觉得我是因为这段时间累的，然后情绪不好。我但凡我要是不耐烦的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是因为最近累了，所以他脾气控制不好。就我不明白，宝贝儿们，我不明白，就是如果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区是什么呀？正常的，就是那个正常的，我就说正常的，就是正常的小区里边，晚上8点是不是咱们就是应该安静一点，小心一点，是不是？就正常的小区，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对，正常的是7点就扰民了，但是他不懂。我说那个正常的人家那个6点，我记得好像是6点，就是下班了以后就不能有那个电钻的声音了，你们知道吧？就是我记得深圳好像是早八到中午12点，然后12点到2点就是早八到中午12点，这可以。周一至周五早8到12点可以施工，12点到14点是不可以施工，然后14点到18点是可以施工。对，如果超过这个时间都是扰民。深圳是这样，周六到周天是严禁不能有任何装修声音，对吧？正常的是周六到周天是不能有任何扰民的声音，对吧？我们搬家的时候是周5晚上9点左右，9点多，然后10点多这边安床，然后人楼下的又来找了，然后就包括这白天在那块安这个燃气热水器，我都特别的小心，你知道不？我是特别怕与人冲突的人。因为它安这个燃气热水器，它会有电钻的声音，下午3点它有电钻的声音。但是今天不是周末周天吗？让人家邻居吧找你茬，这人就得吵着一下；不找你茬，这个事也过去了。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我是特别担心的，我就说，哎，赶紧整吧，我心里这在提着了着，就是我心在提着，真的好难堪呐！我们搬到第1天晚上，人家邻居咣砸到他家门，梆梆梆梆，然后紧接着穿的那个线裤就来了。你们家大半夜的干什么呢？就那种，你们家大半夜干什么呢？然后我就赶紧赔笑脸，我就说，哎，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刚搬过来，然后那个床安了一下床，已经不安了，不好意思啊。人说啊，没事，还以为怎么的了呢，人就算过了。但你知道，就是别墅区是那帮人吧，都有点变态，就是我们别墅的邻居都有点变态。我们别墅那帮人，就是比如说你弄出点声音了，他不整别的。我们邻居是什么呢？你要整出声音来，好，你们9点整出声音，我11点左右我把那个功放，你们知道喇叭就是大喇叭，我把大喇叭放在那个院里。我放 DJ 放到12点1点，如果你们家不闹事儿，好，我从早上6点也放 DJ， 就这种变态。我说这种事儿吧，咱们就是别惹人家呗。
就不惹呗，对不对？你知道他是个变态，对，你知道他是变态，咱们小心一点呗。这邻居夸张，这邻居一点不夸张，是我现在的邻居。你就说说。关键别墅区在院子里放 DJ 影响不到吧？谁说影响不到啊？并排别墅吗？算是吧，算是，就我两家连着，所以我就说这种情况下，我说我就得给这个我这人就讲清楚嘛，我说这个邻居他妈是变态，我就跟他说这个利害关系，说着说着他就跟我犟起来，然后我态度不好了，他就会觉得说我这段时间累了，对他脾气不好。包括还有个事儿，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桌面儿，你们知道吧？我们的桌面是一个色情的一个桌面嘛，比较露的一个桌面。我就跟我这人说，我说你呀，把那个桌面啊就换一下，因为这个电脑就放在这儿，这个电脑就放在这儿，只要进我家吧，他只要开着电脑的话，这个桌面能吓死人，能知道吧？这一进门，只要是因为昨天是有安宽带的，一进门看到这个桌面吓死了。然后吧，你知道吧？就人家来之前我说你把那个，你平时不要开这个电脑，结果人家来的时候，一进来就看到这个东西了，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把那个电脑不要开着，结果人家安宽带了来了，紧接着就看到这个了。我没憋住，我说你把电脑关了，我是这么说的，我情绪一下就特别急，你知道吗？你把电脑关了，然后我就消失在原地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在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不太好。然后我就路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赶紧把那个电脑换了这个页面，因为我之前换过，他非得换回来，你知道吧？那这段时间安装的送他妈家电的全他妈都是，就这样。他就觉得那咋了？那咋了？他说那咋了？你管别人怎么想怎么了？他就会用这一套说辞。他说那别人愿意咋想咋想呗。就是我，明天我妈来，让我妈也看这个。还有他，当然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就跟大家吐槽嘛，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他说话声音比我声音还大，你知道吧？他有的时候他说话声音特别粗，然后他浑厚有力嘛，不像我说话可能有点虚，他是那种就是老公，我们吃什么呀，老公？就那种，他是这种。你像这屋吧，我觉得隔音应该好一点。他经常在阳台上喊我，老公，
人他妈阳台，人那边也连着人那屋阳台。我说你来，你别喊，我说你小点声，我说你小点声，我说人都听见了，我说这住高层不像住别墅呢，不像住酒店，对不对？哦，那种。我觉得我都已经算是比较 open 的人了。我他妈已经出柜成这样了，我觉得我已经算很 open 的一个人了，但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尴尬。你要跟他说，那咋了？听见呗。我就喜欢跟老公腻呗。那我就想叫老公啊。然后你要认真跟他说，他就是那种，那以后叫你啥呀？叫我啥都行，你在外边你小心点吧。就那种，他就生气了。我要跟他这些事儿掰扯，他就会觉得说是你这段时间装修累了，压力太大了，所以你把情绪都发泄在我身上了。他这些东西他根本就 get 不到，能明白不？他这些东西他是一个，能懂不？他觉得是我发火，他觉得是我累。对，他没有任何问题，宝贝儿们。我这一任，我说白了，我这任吧，有的时候那个，比如说他跟我家里处的关系不好，我其实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是我俩过日子。有的时候他吃点小醋啊，包括那个把我前任的那个定位取消了，其实我听下来啊，我都觉得哎，也挺好的，毕竟他在意我嘛。我这些我都不介意。我真正介意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看你生活经验比较少的时候，你老公或者说你跟你过日子的人，就他跟你一起是承担事儿的。有的时候他顾及不了的时候，告诉你一些事儿吧，你别反驳。你要一反驳的话，你对象会很累。你对象会很累。你一反驳，你对象会很累。你要不反驳吧，有些事儿吧，就是大家一起去磨合，我觉得都无所谓。但你也反驳，就让我会觉得说这人没办法沟通。你说我教他觉得我态度不好，觉得我说教，觉得我怎么样？你不教他不懂，愁死了，就那种感觉，就抓不着力。你这今天我跟他直播，你看我一直在掰扯这个事儿，我这抓不到他，我就想给他大脑那个褶皱给他抹平，然后再折出那个应有的褶，你知道吧？我觉得他大脑的褶，它不是正常的褶，他那个褶是那个奇怪的褶。我说那我给他抹平了，他就有点像我觉得他在我心里就是非常简单。他
他在我心里就是祺贵人。臣妾告发，康常在好记性，就是那种。但她实在美丽，是的，她实在美丽。康常在好记性。所以我刚才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最后我就有点真的，我就说了狠话，我说我不道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确实是认知低。那个是我跟他，那个时候我跟他掰扯半个小时，我得出的结论，我说好，我现在确定了，我现在确定了，因为我之前是开玩笑的，后来我觉得我不开玩笑，我确实是这么觉得。社会经验太少了。有的时候支持他干不如自己干。我现在就主要是什么呢？我现在就主要就是手里没钱了，我想让他给我付个款，所以有时候买东西都是他买，而且吧，我是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既然他是没接触，我就让他接触，但接触的过程当中，俩人会产生分歧，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无解的，沟通不了，无解。要是有人认真的跟我说这句话，我也彻底的伤心了。他说过一句话，彻底伤我的心了。就是我不是彻底伤我心了，是我对他第一次有不好的感觉，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对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是第二次了。第二次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凡事都要杠，我觉得跟他解释不通，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让我觉得他有点不好的点就是，这个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嘛，就是这个我也跟大家形容一下，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嘛，就是我们吃到一个好吃的路边摊，不是那天吧，本来就是我们约着一起去吃饭嘛。本来我跟他一起约着出去吃饭，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吃这一块吧，一直都不节省，哪家好吃我们就去吃哪家，然后一顿饭基本上都在外边吃饭都200多嘛。我们其实在吃这块一点都不节省，你们知道吧？你们知道吧？我们在吃这块一点不节省，然后呢，我们就说好去吃了。结果这个时候吧，我亲哥哥给我发消息说晚上喝点啊。我说那个去哪儿喝呀？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跟那个谁谁谁在哪儿呢？哪儿？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那个我这一任在酒店呢。
离他店也不是特别远。他说那带着他一起喝点啊。我哥是这么说的，我哥说带着你，大概的意思就是带你对象一起喝点。我说行，就是行嘛，因为那个他吧不喜欢接触我家人啊，他不喜欢接触我家人，他可能觉得说有压力之类的，然后包括他出去吃饭也不喜欢跟别人吃饭，能明白吗？就是他不喜欢跟别人聚会啊，所以我经常有机会的话，我要觉得他不想去，我就不去了。所以我哥说，那你带着他一起喝点吧。我说啊，行。完了我就看向他，他说没问题。然后因为我跟我哥吧成年了，我俩都成年了，小的时候关系挺好的，长大了吧其实有一点点身份，再让他结婚了又是大直男，我跟他单独跟他喝吧有点尴尬。正好呢我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说那个那你咋不叫妈呢？我说妈妈在家这个挺无聊的，我说叫上妈妈的吧，因为我跟我哥单独吃饭，二把刀又我这一任又他妈不爱社交，我说挺尴尬的，我说叫咱妈妈吧，就叫妈妈了，啊叫妈妈了，然后妈妈就说那个啊我正那个做饭呢，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那个你大儿子约我吃饭，你也一起来吧，我妈说我正做饭呢，我说你别做了呗，我说一起吃点吧，那个时候我前任还住在我家里。然后我妈那意思是说啊，那谁也回来了，我给他做饭呢，我说那你别做了，你就过来吧，啊，你大儿子请我吃饭，完了说那让小大夫也过去啊，因为小大夫就住在小大夫就在那个桌子上坐着呢，就在我妈跟前儿坐着呢，我妈的意思就因为我妈打电话吧是属于什么呢？我妈打电话是免提。啊，我妈是打电话是免提，老人嘛，她免提。我说你别做了，那个出来吃吧。我妈说，那我那个小大夫也回来了，那一起吃吧。完我说啊，行啊，你问问他，因为我知道小大夫在旁边。我说啊，行啊，你问问他，因为这一任也要去。我妈肯定就是因为当着面肯定得，我们东北人是那种。吃不吃饭呢？到家里吃点饭啊，到我家吃点啊，那个这么晚别回去了，在家住吧，怎么样？就是会客气。完了吧，我妈就因为小大夫就在旁边，我妈说那小大夫一起去啊，怎么样的？然后小大夫可能就说不去了，小大夫可能就说不去，然后吧，我说啊，那你问问他，对啊，因为我不可能让小大夫去嘛。我妈不知道他在旁边，对吧？然后紧接着我就挂了以后，那个我这人就炸了，我这人就炸了，啊，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啊，我说我们也没想让他去，他可能也那个，我说也不知道咋个情况，我说他要去的话，咱俩都不去了。或者说那个就别让他去了之类的。后来我妈就跟我说那个啊那个小大夫不去，啊她说小大夫不去，然后我妈说那我也不想去了。其实我妈想来，但是因为小大夫不来吧，她可能觉得把小大夫自己放家里不太好，对吧？然后我妈就说她也不去了，我说你来呗，因为我觉得说我跟我哥一起相处不去，然后结果呢，她就来了。就是那个我妈带着那个小侄女就来了，我就说那个我说你不想跟我妈接触，那你就别去了。她说那个啊，那你们吃吧，就不让她去了，然后就我哥我姐还有我侄女还有那个我妈妈，我们几个人吃的。吃完了以后吧，第二天我们就直播，就开玩笑的是就把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搞笑嘛，因为当时我这任反应特别可爱，在我眼里就特别可爱的那种，他直接就炸了，然后就特别在意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很爱我，然后我就在直播间里我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你知道吧？说出来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直播嘛，说出来之后，然后他就因为我直播，我姐还有我妈都会看，他也知道我姐我妈都会看，然后他可能真的生气了，他说。我说啊，我妈又不是有意的，而且就是客气客气，我们东北人爱客气。然后他就在直播上就说这么说，就是你家人搞不清楚事儿，你妈搞不明白事儿之类的，这个事儿就播出去了，你知道吧？我当时我看得非常清楚，我姐在直播间，就是你家里搞不清楚事儿之类的，就大概这个事儿，我觉得完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让我觉得挺失望的一点，因为我觉得说你明知道这个事儿不能说出来，对吧？对，你再怎么的，你不能这么处理，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处理，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以后咱们少见面吧。我家里倒没说啥，因为我家里肯定是看我的眼色行事，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如果说你对象你都不说什么，我们肯定不会说什么呀。我家里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现在谁也没提这个事儿，我家里人也没提，我也没敢提。然后我妈私底就会问我，你知道吗？我妈私底会问我说。你这个对象，你处这么短时间，你觉得他是有心眼还是没心眼？我说他一点脑子他都不长，我说他一点脑子都不长，他一点都没有心眼。意思自己和现任过，我处理的不好，我他妈上哪儿处理去？这他妈突发事件，我他妈处理啥？你告诉我这个虚拟昵称，你告诉我处理啥？你告诉我处理啥？这个虚拟昵称，你告诉我处理啥？突发事件，你们能懂不？因为正常他妈6点小大夫没下班回家，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小大夫在旁边，因为我妈是外放，能听懂不？我他妈咋处理？你告诉我咋处理？南北方差异就是啊，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说什么到家里吃点啊，没吃到家里吃点，那其实是客套话，怎么前任分手了还住在家里？这个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可能你都没前任，或者说你可能混得不太好，你跟你前任闹的都是每一次分手都撕逼。这个不一样，你就理解不了，你为什么有钱人都捐款，你也理解不了，因为你没钱。我说这个真的话糙理不糙，可能因为你没有这些事儿，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生活的圈子是这样，能明白不？那你考虑过现任的感受？我对现任不好吗？你们为什么总说这个问题啊？我对我前任好 ，OK，我对我现任好，我们又不在一起生活，我前任住在我家里，有什么问题吗？我现任又不用住在我家里，我跟我现任也有房子，我为什么不能让他住在家里呢？我房子多不行吗？非得按照你们的标准吗？你这不神经病吗你？你们的意思是说，好 OK， 你前任怎么样，你现任都没地方住，那好，那是我的问题。我现任现在也被我养得很好，
对不对？也是天天他妈好吃好喝的，对吧？跟我在一起也非常开心，怎么的了？这他妈有错吗？为什么？就好比就是说，你对一个事儿好，你就不能对另外一个事儿好？你们的眼光也太狭隘了吧？能理解前任住你家，但这种情况现任也没几个能接受的。现任没几个能接受的，接受不了，好，那这接受不了就是接受不了啊！你要真的接受不了，你可以选择，没有人逼你啊，没有人逼你。你如果说你接受不了你对象这样，你好，你别勉强自己，对不对？你别勉强自己。有些孩子，你们的认知就取决了你们的经历、你们的生活，因为你们没有涉及到太多的东西。不是说你们的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多种多样的关系啊。天天总说啊接受不了的，那也有接受的呢。应该觉得前任跟你对，你这点我觉得没毛病。对啊，他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有这个情况，所以我就会变本加厉的对他好嘛。关键你现任接受不了，我现任接受不了怎么了？我现任接受不了怎么了？他现在不走了吗？对吧？他现在已经走了，而且你们就是一直在说这个问题。那其实我现任也有一些问题是我接受不了的，哪有那么多事儿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是接受不了的事儿，明白不？我现任做了很多事儿，我也接受不了，那难道我就不允许了吗？谁都不让了吗？紫珊，这个叫紫珊的人是正常人啊，这个紫珊是正常人。他就这么点儿接受不了，才整这么多事儿啊！我变老了，是的，我变老了，我变老了。前任如果有认知，他应该自动离开。他有认知，他离开了。他有认知，他离开了。我前任挺好的，我到啥时候我都说我前任挺好的。前任，那个是前任了。你让他尝试一下和家人一起生活一下，或者妈妈什么提前商量一下怎么对现任演一演啥的那种。可以经济上帮助前任，让他外边租房，人现在都搬走了。
我记得你有个绰号叫秀什么来着？认错人了。该睡眠了，所以眼睛有点看不清。好像 B 的都问题面，这就是你对他感情认知吧？谁在陪你这会儿？我就不能自己在吗？这就是你对感情的认知吧？隔壁有人吗？你干哈呀？这个火，你这好像精神有问题，你老问隔壁干啥呀？这叫火的，这叫火的，你一直都问隔壁，你是干啥呀？前任走了，现在现任也走了，现任也走了，对。你们说啥就是啥，对。是前任没走，现任生气了。这又来一个造谣的。有点心疼的，有啥心疼的？我会觉得说什么，就是那是往事了，听不听？你好累啊，图图，我能不累吗？直播间里这么多，就是当着我面造谣的。专辑今天讲了吗？只能说图图魅力大。什么时候能证明我没有潜规则？再说一遍，我没有潜规则啊。来吧，说了一晚上的八卦了，来吧，说了一晚上八卦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的人生的第2张专辑，人生当中的第2张专辑，这个是绿豆的原声带专辑，绿豆的原声带专辑，它是像一本杂志一样啊，这个封面啊，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那个那个叫什么镜像，我给关了，怎么关镜像这儿呢？看一下，第1张专辑他们都出完了，问个屁呀你！这是第2张专辑啊，这是绿豆的原声带啊，这是绿豆
啊，这绿豆原声带啊，这个，然后我们打开之后啊，然后这个是第一页，这个是我现任的屁股，他是一个特别爱以这种方式的，就是玩手机的一个人，他说他自己是纯一，这是我现任啊，然后第一页是歌词本，这里边收录了几首歌啊，首先是跟着我走，这个是歌词本啊，跟着我走，然后第二页的歌词本是晚星啊，第三页是风筝，第三页是风筝，第四页是大夫与屠夫，第五页是在意我，没错，这个专辑里边收录了第一张专辑的在意我啊，没有这个音源的话赶紧买啊。这个是黑刺猬啊，看错了，黑刺猬，这个是黑刺猬，这个是在意我，这个是在意我，在意我，然后这个呢是小说，这个小说跟我以往的小说有点不一样，这个是合唱版的小说，这个和声是胡二写的。演唱是我跟志伟演唱的，然后它是芝麻一的片头曲，这个是合唱版，在网上是完全没有的，你只有在这个第一本专辑和第二本专辑有，这是第一本专辑已经全部卖没了，这是第二本啊，然后这是歌词本。歌词本再往后呢是什么呢？是咱们最主要的碟片，这个专辑里边是有碟片的啊，这里边有一些原声带的一个就是剧中的 BGM， 然后还有指弹版，然后最主要的。因为很多家都没有这个 CD 机了，我们怎么听呢？ U 盘，这个 U 盘你可以插电视上，你可以插音箱上，你可以插电脑上，这个 U 盘，你可以通过这个 U 盘，你把这个歌就导出来啊。好。这里边有一句话，有的人说这个绿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本专辑的这一页写的非常清楚。绿豆常为清热解毒，平和心结的象征。短片设计主角张大年的过去和内心创伤，名为绿豆。隐喻、恰遇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对，绿豆其实就是清热解毒、自我治愈的一个意思啊，叫绿豆。这本专辑在哪儿可以买呢？去找我现任，他那边卖啊，你可以加他的微信，也可以就是私信他啊，都可以啊。你或者在他的粉丝群里说，那个百里的现任，我想买这个专辑，就艾特他都可以啊。然后这张专辑会送什么呢？买3张专辑会送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最新款的那个 T 恤，买3张专辑送一个 T 恤啊，然后同时
有的人想签名，想要签名照的，有几张签名照供大家选择啊。你想要哪张签名照，记得跟我们说。第一张签名照呢是，哎，怎么拿呀？这个是两个人互相看向彼此。你要想签名的话，你就让我签在这个签名照上。哎，这个是剧照，第一个。第二个，哎，这是我单独的。第三个，这个是张斌的签名照，当然是我来签。这个是杠精的，这个是我和杠精的。哎，你们想让谁签，你们就让谁签；想让我签，我就签；想让那个杠精签，杠精就签。啊，对，想让杠精签就签，然后也可以签在这个专辑里边。但是签在专辑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宝宝们，因为这张专辑它是会有一层塑封。它会有一层塑封的一个薄膜，你要签在里边的话，你就得把这个薄膜撕掉了。那你拿到的可能就是一个没有薄膜的这么一个版本。我不建议这样，建议大家呢，就是说，都签在那个签名照上啊，签名照上。但是随机的，这个签名照是随机的，你想让谁签你就让谁签啊，这是随机的。这个我们不可能就是说那个每一个都有，当然你要多买的话，这个签名照就多一些啊。买3张专辑送1个短袖，买10张专辑送10本签名照啊。好，就这样，杠精没有睡觉，在那块儿躺着看手机呢，玩他的那个游戏呢。对，这几张签名照啊，我的签名其实很简单，我现场我可以给大家签一下。好，签名照，比如说这张是我的啊，我给大家签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签名照非常简单啊，我签名的照片是那个，是签的我自己的本名，我叫范勇啊，我的签名照是这样的。哎，这是我的名字啊，这是我的签名啊，对，这是我的签名，一直以为是图图，对，有的人觉得是图图，这也太简单了。我给你写个真币，我给你写个那个甲骨文，我给你写个甲骨文。他签名都不都简单吗？谁他妈一笔一画的给你签名，签合同啊？孩子精神不好啊，来。艺人签名都这样，是的啊。叨叨的签名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当然我模仿的不像啊。杠精的签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模仿一下。他签名我都在看着。他的签名是这样的，这是他的签名，我模仿的有80%吧，啊，他的签名是这样的，单张专辑也有，单张专辑也有，就是你要签名照的，你及时跟我们说，你要不要的话，我们就默认就是不签了啊，宝贝们，就是签名，
就这样的啊。然后有的人说买3本送一个短袖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短袖是什么样的。宝贝们，短袖是这样的，给大家试穿一下啊。但我穿没有那个我现人穿好看，我献丑了，我说啊。有的人还喜欢我这种身材呢。来吧，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哎，光有点不好，这样的，哎，不是，再这样，好了。哎，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衣服吧，稍微有点宽松，宝贝们有点宽松。你呢，平时穿 L 号，你就穿 L 号，你不要多报，因为这个比较宽松。你像我平时是穿 XL 号，但 XL 号呢是穿着舒服 ，M 号是穿的就是稍微挺一点、紧身一点，所以你就看你自己需求。但你要太小的，比如说你1.6米。就不建议大家买了，这个最小是 M 码，啊，1.6米的就不建议大家买了，1.6米你就买童装啊。那我除了童装就好了啊。多大克重？大概300克，200克啊。你看着了是不是？这个衣服也单卖啊，不是一个国家啊，那个我说这个是单独卖啊，这个单独卖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79啊，这个79，这个专辑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专辑呢是179，有的人觉得非常的贵，但是我要给大家算一笔账，我每一首歌制作成本大概是在连录带写带编曲带那个就是发行整个的过程，一首歌至少得。别的不说，8000块钱，7首歌，我需要5万6，就一张专辑至少得5万6，就咱们就说一张专辑这制作成本是5万块钱，一张专辑的制作成本是5万块钱，就你们可以自己去打听，一首歌写是多少钱，录是多少钱，然后编曲是多少钱。所以啊，就是一张专辑的成本就是在5万，那怎么赚钱啊？只能多卖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明白不？多卖能赚回来，你要是卖的少的话就赚不回来了，因为成本，加点价格，这有的人都觉得那个啥了，都觉得贵呢，录歌是按时长收费的吗？有的是按时长，有的是按首，就不一样，包邮啊，398一张的卖，我也太黑了吧？对，预售只有100个吗？什么预售？宝宝们？宝宝们什么预售？我这没有预售啊。对，398太夸张了，398我什么东西啊？我398，我的内裤都卖不上398，只剩100张了，对，只剩100张了，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预售了一部分，应该还有100多张，但是100多少张我不知道，因为全程都是那个杠精，
反驳型杠精在负责啊，不是我在负责，我不知道有多少张，你们可以问问他。你来一张，你就直接那个找我现任，找我这一任去买就好了。这镜像还是好奇怪的，这样吧。对，你们去买吧，你包了得了，吹牛逼。你吹牛逼，你别给我吹牛逼啊！我告诉你，你家杠杠没睡吗？我们看一眼吧。装睡呢，刚才我都听扑腾一声了。他正常睡觉，他这样得憋死。被我说的羞愧了。装的。他立马醒了，对。他也觉得尴尬，因为他其实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全程在听，他觉得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去夺君子之腹了，他其实也很羞愧。行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我就听这屋扑腾一下子，然后他就在那块儿，你正常睡觉，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扑腾一下呢？对吧？那手机估计还发热呢。吵死了，我都睡着了。你客服你怎么当的呀？人家要买专辑呢。谁呀？你别照我了。你承认你是反驳性人格吗？不承认。那我刚才直播哪一点误会你了？你说我啥反驳性人格？你说我说那个冰箱，你好多事你都在反驳呀。哪件事呢？生胶带你不反驳吗？生胶带我买的时候是20米，你说再买一个，我说这20米的能用完吗？20米能转几圈啊？然后我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你的那个三角阀呢？角阀呢？你非得又在那个美团上买？你美团上买不还是这质量吗？因为我是在京东上下完单之后，我又去美团上看了看，就是差不多的价格。差不多价格能一样吗？我想着美团不是快吗？你想着，我就让你买啥，你能不能听我的呢？那你就不能耐心给我解释解释吗？我怎么耐心呢？你全程在那块玩手机，玩那个人家全程来安装，你在那块玩手机，完了我让你听听人家要买啥，你也不听，我没有冤枉你吧？没冤枉。没冤枉就好。那这跟反驳型人格有啥关系？你这就是反驳型人格呀！我说那个扰民，你为什么说这才几点啊？这不可能。你说没说呀？我说了。那你这不是反驳性人格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当时你把时间说错了。行。
我是在纠正你时间的问题，我重点不是在猜几点呀，我是说你说时间说错的这个问题。我只，就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但凡你不懂的事儿吧，你能不能听听别人意见？我是听了呀，我只是问为什么，我又没说不要做。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人家忙的要死，人家哪有时间跟你说为什么呀？你说冰箱要放静置，你说我说把这个冰箱挪一下，你说不要挪，我问你为啥？你说静置要静置8个小时，我就没再说什么了呀。我什么时候就跟你直播的时候说的一样，就我在反复在纠缠呢，我就没你在问了呀。看直播呀？我听你说的呀。你不在睡觉吗？你这直播吵得我睡不着。这是求知欲，放屁！这不是反驳，我本来就没有反驳。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二把刀真实的样子，他就是吧，对谁都不服，他都要就是说刚一下。我只是不了解，我要问一下。拉倒吧，你就是对谁都不服。没你这么说吧。什么事儿，只要他不明白，你跟他解释，他觉得你态度不好；你不跟他解释，他就得问为什么。那天加油加200块钱，我问你为啥？你说哪那么多废话？叫你加你就加。那我这是跟你杠吗？我问你为啥只加200块，这是就跟你杠了？那你不会自己搜吗？有些东西我没有时间去告诉你，你不会自己搜吗？就比如说有些事儿你不明白，你不会自己搜一下吗？为什么你就天天来问我呢？我也没有时间，我的所有的事儿不都在我这边脑子里？怎么叫？那时候谁会想着就专门搜一下？我说92加满，然后你说不要加满就加200，我说那为啥就只加200？我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吗？你就不耐烦了，说别哪那么多废话，就是知道你要加200就加200就行了。你就在他身边，你告诉他不行吗？因为他一天问题特别多，而且你有的时候你想就是说有的东西我也不懂，我先蒙他一下，他就能发觉，就这一点。有的时候你也不懂，然后你想蒙他一下吧，哎，他本身就是质疑全世界，他就会找你的漏洞，所以你以后你就不想跟他就是说这些东西了。我不要太计较，是谁太计较啊？他都哭了，他经常哭，你们都不知道。放屁！我总共哭了3回。第一回是什么呀？第一回在北京，我忘了啥。我跟你说呀，第一回是那个我自己那个喷那个小喷，我自己那个放烟花，然后他知道了，然后他就跟我俩生气了，我就哄他，他不原谅我，然后我就索性我就不哄了，然后我就不想跟他说话，然后不跟他说话，他急哭了，然后开始跟我道歉，然后故意把眼泪抹在那个我手能碰到的那个被子上。你看你又是以自己的理解来定义他人，没有一个男的会
当着别人的面去哭的。你看看就会好意思你当着我面哭了3次了呀。那我就我不是背过身了吗？我那次哭，我也是尽力忍着自己不要抽，不要发出声音的。那眼泪太多了，那忍不住了，那是没办法。那正常哭那都往胳膊上抹吗？谁会往被子上抹呢？那因为我正好就是我背对着你躺的，我就是不想让你看见我才背对你躺的，结果那眼泪流到被子上了，我有啥办法呢？总共没掉几滴，然后那么精准的全流在被子上。那是因为我眼睛一直在忍，我不想让它掉下来。是哪个男的会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哭的样子呢？你喜欢啊？我不喜欢。他就是为何自己放烟花？不愿意。第二次呢？长吗？那突然想放就放。第二次呢？第二次忘了。那你跟我说你今天为什么掉眼泪啊？我说我买那柜子你就退了，然后你就说那谁让你买了，你不买吗？我这样心里想的，我不是想为这家里做点贡献吗？然后你不让我买，我就哭了。他真能整事，哎，不是，你从跟我说，我啥时候说不让你买了呀？今天吵架的时候。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没有在直播间的？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说因为你买的是塑料的，然后惠州都他妈台风，而且阳台是没封窗户的，那一吹跑了，我说我就退了。不是这句，下边。谁他妈在直播间？到底谁在直播间允许他这么造谣吗？啊，谁那个时候在直播间？你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为什么不让他买？哎，总说我冤枉他。我们这个阳台四处漏风，哎，看看，一面风，两面风，三面风。他要在这儿买一个那个薄的塑料的那个架子，买一个那个架子，你说他妈的，我就让他退了。我说你这个退了，我说你退了，结果他就因为这个事哭了，他觉得说我不让他参与了。你说你买这个东西，你但凡你有点生活常识，你都不会在那个阳台买个塑料的。这个跳跳电影，我理解你说的，但是你不要感觉这个叫跳跳电影啊。你首先你不了解我对你也很陌生。我觉得你叫跳跳电影，我觉得你平时就是跳着看电影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没事就跳着看电影的人，在家。我感觉啊。那你好好说话，我他妈哪儿不好好说话了？你现在就没再好好说话。放个臭屁！不是你们他妈的刚来直播间，你们知道前因后果吗？怎么我他妈在指责他了呢？不要看到我在这块指责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看的我在指责他。对不对？主播给点钱买最好的，他妈的所有的钱在他那儿，我这1分钱没有。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结合一下事实？你们这些杠精，
你们就是我不是说你们就是说的就是不允许你们说。谁又说啥了？观众只看到表面的，那你观众你看到表面上你就说呀，嘴怎么那么欠呢？因为我们那个柜子是要放洗衣液的，那个洗衣液买的又大，它有35厘米高，所以你要买那单层要超过35厘米的，那就很少，很多都是只有20多厘米的。我都看了，我看了好多，我在那个阿里巴巴上看，在淘宝上看，我都对比了好多，就是我买的那个，就是尺寸又合适又便宜。不让说又爱表现，我表现你妈了，表现，你妈让我表现了。我他妈在我直播间说点事儿，你他妈掺和屁呀你！你什么东西呀你？你就是一盘菜，你不是一盘棋。他妈来人直播间，你他妈在那块点评啥呀你？态度不咋好，我他妈用对谁好？白看滚出去！你别看这平时挑拨事儿的。傻逼，大半夜的他妈来点评别人的事儿，你他妈知道前因后果吗你？你妈和你爸离婚一定是因为你的问题吗？要买木头的，起码都得300-400块钱，就塑料的瓶。是啊，我让你退了，我又不是说不让你买。那木头的300-400块钱，那么贵？300-400块钱，你充游戏你648你。你咋不说话了呢？我充648咋了？我充648我能玩1年呢。买铁的，我也没说不让他买，我就说你退了，结果他就在那块就哭了。这有啥哭的呢？因为你说你退了之后，你后边又说了2句，就是我刚才说那2句，只是你现在不记得了。我说啥了？就说那谁让你买了？谁让你买了？是啊，我记得我不让你买，你非得买啊。你没说让买，然后你说那个地方有个缝不好看，然后我说那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放一个那种窄柜子，就可以把后边那个缝挡住了。你窄柜子你稍微买高一点，或者说买沉一点都无所谓，那你就买那么一个小破玩意儿，就跟你那个小柜子我都能想象到，那就特别飘轻的东西。我想那里边不是放洗衣液了吗？那么所以我让你退了，这值得哭吗？你就说你不该买，你就谁让你买了？你就是问的这，那就我压根我就没让你买。我就想，那你不让我买，我就不能买点东西了。你可以买东西，那你买对了吗？你看我让你买的所有东西你都没买对吗？这是不是事实啊？你脚阀也有问题，然后那个遮罩也有问题，很多都有问题。你那个扳手也是塑料的，16.9块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扳手，我说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买的是个塑料的扳手。不是塑料的。把那破扳手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塑料的，他妈的。那破扳手呢？在对面那个抽屉里。对面的抽屉，来给大家看看，这是铁的，能感觉到吧？这是铁的，这是铁的啊，这个都得他妈好几十，对吧？在茶几那个抽屉。咱们看看他16块钱买的东西，这塑料的能有这声音吗？来
16块钱，16块钱能买这么大的扳手，这他妈是屁铁的呀！你就说这扳手连那个螺纹都没有，来看看，这螺纹都没有，你看看谁家扳手连螺纹都没有？你就说说，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嘛，对吧？这扳手连螺纹都没有。但这个声音不是塑料的，它就是硬塑料，都不用看都。那玩意儿飘轻，人家是铝合金的，当然轻了。鸡巴倒。给你们展示一下。谁也别冤枉你，来，你看看他买的东西，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看一下。对吧？这是正常铁的，来看看这个，你说这是铁的？啊，我没说是铁的，我说这是金属的，铝合金的。那跟人就不一样啊。这是铝合金的呀，铝合金当然很轻了。你就说他买啥你能放心？之前让他买了一个那个胶，买了一个那啥，买那个生那个胶，就是那个就缠那个水管的胶。他说这个20米还是200米？20米。20米，他说这个20米。我说咱们家这么多花洒，你再买5个。我说花洒水龙头都得买，他非得要买俩。你说这玩意儿买俩能够用吗？我家2个洗手间，2个阳台，那么多水龙头生胶带，你说就要买俩，就非得要买俩，这玩意儿买俩你说能够？5个都未必够，是啊。为啥我不让他买东西了？就是因为他在这死犟啊，我犟什么了？他就说够，人家就是这铝合金的扳手啊。他就说够。你说我不让他买东西是不是对的？我再给你把这个买生胶带这个过程还原一下。我说咱们买这个是20米的也不够吗？你说不够，你再多买这个。然后我又买了，我说我看了一会儿，我说这家店只有2个了，那咱就先买2个。你说行？我什么时候说我就只买2个，我不买5个？放屁！你哪有这么顺利呀？我说买5个，你说买俩，完了我说你就买5个吧，你听我的吧。完了你才默默的说啊就俩了。这个过程你特别的纠结，你怎么不承认呢你？我不记得了，反正最后就是你看因为这个事儿你不记得了。中间你说的这个不记得，我只记得是因为后边没有只能买俩了，所以我才买了俩。可真逗，你关键的时候你不记得了。因为你说的这段我就没有记忆，我就怀疑就是你这现场加的，所以我才不记得了。我说我不记得了。咱俩只能你加，不能我加。行。心疼死他了！你他妈，你这么墙头草，你他妈直播间里好多人墙头草。我在直播的时候，哎呀，懂你了。他在直播间，哎呀，好心疼他，别吵了，抱抱他吧。那直播间观众不就这样吗？一天就在那跟观众找共情吗？不够你再去买就好了，你他妈下去买去，这个邻家仪表，你傻嘚儿啊你！我们他妈都叫外卖，他妈你下去买去啊！你个神经病似的，还说他妈你
你还是不再买就好了？你他妈买去啊？让你跑腿你他跑去啊？让你给我转2块钱你转啊？放屁呢，在那块儿说的可他妈倒轻松。你别管那个扳手是啥的，人家就是铝合金的，你先用了，你觉得不好用的再买就行了。再买就行，我们不着急用它，我们买它干嘛呢？我买这个的时候，我也给你看了，我说这个。所以我就说你在网上买呀。你不是着急用的吗？我就在美团上买了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你既然在实体店买了不好了，那你就在网上买就好了呀。网上的那个价格能买到那个好的，还非得降。好喜欢二把刀，心疼二把刀，刀刀咱们私奔吧。我看你长什么狗德行，太丑了，死去吧。长得真丑，这个名字都他妈丑。正常一个那个英文名字我都不想这么丑，太丑了。你们别搁评论区传了，这招对图图也许还有用，对我完全没什么用。惹谁不好惹图图？你惹得起我吗你？我告诉你，二把刀就在这儿，谁愿意拿去谁拿去，你们有本事就来拿。我穿的这个衣服就是我们那个79块钱的这件衣服啊。一个个他妈抢不过我，完了在这块就这挑火，你们有什么本事啊？就是。再说了，你们要知道这不是我在抢，就是一个个就没什么本事。我告诉你，就是躲在那个小账号里边，就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你们有什么本事吗？但凡有个本事，你们都超过我了。找一个3把刀4把刀。全直播间都想把2把刀拿走，人家想一想，人不像你这么蠢，会说出来。我就觉得越蠢的人越勇敢。这衣服就算我这么扯，它都不会勒脖子，就是我们这个裁剪是很好的。我还听说图图做了本专辑啊，想要买专辑的记得加抖音搜2把刀，看他的抖音主页的简介啊。好气捏个屁！你俩还是吵架吧。有些人就欠，你知道吗？就郭德纲说的那句话非常好，就是有一些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呢，就告诉那个别人要原谅别人，什么要那个不要吵了之类的，就这种人真的该死。郭德纲有一句原话，你知道吧？就网上这些看热闹就是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人都死一死，好吧？专辑明天发货吧，明天可能会。不是说谁服软，我们就在掰扯这个事儿，没有让谁服软，对吧？咱们就是了解这个，就是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儿。都要磨合。
他掉眼泪啊，那你跟他咋磨合呀？我问他什么事儿，怎么解决，他说不出来。你也掉眼泪，我可没那么做作。掉眼泪不是做作，我只有演戏的时候才能掉出眼泪。三块不让说，你知道吧？啊，那个都说那个啊，我让我前任住在我家里，你问问他给他前任做了什么都。那你说吧，以后说吧，你想说啥说啥。我反正都不，我反正不再反对。你想说就说吧。你自己说呀，我自己报的，你说呀。你说说你为你前任都做啥了？他让我跟他一起合伙开那个，做那个品牌。行了，别说了。既然是前任，就别纠结了。关键钱呢？他现在钱还没要回来呢。既然前任，他妈就不提了，你钱呢？那我明天就给他要。我不催你，你永远不要。第一笔就是我催你要的，对吧？看来被前任骗了，不是被他骗了，就是他当时做生意需要钱。那我是他对象，他肯定管我借，然后我就借的网贷给他。你听听，借网贷给别人。完了这些事儿吧，还不让我说。完了，他们在网上攻击我，不让我攻击回去。你就说这些事儿，你说，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地，你这些事儿咱们就是，你腰板挺得直直的，人家在网上造谣你、攻击你，你都可以说的。这些事儿他压着不让我们，不让他自己不说，也不让我说。他们俩攻击我的时候，他也不让我反击。你就说，我前任在我家住点东西，住了几天，然后我也没回去，我天天跟他在外边住，我寻思就让住吧。这相比谁有问题？不解释是男人的浪漫，心地善良。他妈的，你家人也心地善良，被别人骗呗？你也希望你家里心地善良呗？这是屁话呢！这个行，我希望你家里也就是买那个保健品被人骗，贷款买那个保健品，然后你也别那个声张，然后你觉得你家人善良，这他妈是能夸出来？你咋想的呢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我觉得你真是有点。这个时候你还在那块说呢，说他对呢？是个人吗你？你鼓励他这么做呗？我缺心眼儿。
借了多少？借了10万。然后前段时间偷偷催我，让我催他还钱，然后还了5万。我去要回来了，因为我们俩分开的时候，他说了这笔钱，他有钱了就慢慢还我点，他就是没钱。不是分手后借的，不是分手后借的。网贷利息很高啊，网贷1个月利息200块钱。现在平台那么多，到处可以借。我们借的那个招商银行的。关山海说1个月月息才200，你也要去借啊？10万1个月利息才200嘛？那个我借的不是，他是因为是已经还了5万，还剩5万。这个叫海域的说，那个在一起的时候的事儿还可以理解，毕竟2个人在一起做生意。是的，我没有说别的，但是事情的缘故不是这样的。你们听到的就是说可能是网贷的事儿，但不是。这个事儿是什么呢？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身边的有2位他的追求者，不是追求者，是爱他的人，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了，疯狂大肆的在网络上，类似于就是群里边在造谣我，就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了，疯狂的在北京的同性恋群体群里边疯狂的造谣我，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跟他们硬刚一刚，因为也造谣他，也造谣2把刀，我就说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反击，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结果2把刀一直压着我，不让我说，不让我去造谣，不让我去因为这个造谣这事儿回应去反击。不光造谣我，也造谣他。他这个时候就我不知道他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不回应不知道，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可能觉得说跟人家毕竟相爱一场。为啥不回应呢？我觉得就是谣言，你就不理他就好了。那要照你这个思想的话，那我前任我跟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住家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什么？你前任住家里又不是谣言？不是谣言，这个伤害你能忍？你能忍吗？为什么你的事儿就不是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事儿呢？那你也没让你前任搬出去啊？现在不走了吗？那是他自己走的呀。然后呢？我的前任要是能自己还我钱，那我也不用催他了。是你催的吗？我没催他呀，那你也没有催过你前任走啊。我要怎么做呀？那我要怎么做呢？我怎么？他都说了，他说他有钱了就会给。关键我们不在家里住啊，你哪怕说我在家里住，让你在外边住也行，咱俩他妈在北京，他住我家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那你在说什么呢？你到现在觉得你是你提到你前任的事了，突然，然后我才说的。行，都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是说我还钱的这个事情，我明天会催他让他还的。
当下他就压我这个事儿，他不让我去澄清，看来被造谣的不轻，就说我什么剧组各种潜规则，就说什么那个我拍什么剧，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在网上骂我。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拍剧什么给那个就是什么有钱人输送名媛，所有演我剧的人被我睡完了，然后我还要给那些金主们送到，就是我就是拉皮条的，然后说什么我的钱都是贪污过来的，说我跟龙二大闹掰，说哎呀就说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澄清。你那段时间不是也在直播澄清这个事情吗？别人不信呢，我必须得说这个实情啊。为什么他们会造谣我呀？人家就会问呢。而且为什么就是别人造谣你，你也不回应呢？人家说你一眼什么成为名媛的野心，你怎么不回应呢？我觉得人家在网上说什么婊子配狗，你怎么不回应呢？你觉得你当时的表现没问题是吗？那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没什么想解决的，这事儿过去了，我只是在跟你说这个事儿，我给你复盘这个事儿，不要觉得说你总委屈，这件事儿说小了，说大了，我觉得当时你就没有跟我一条心呢。你前任在诋毁你现任的时候你不出面，而且你诋毁你的时候你也不澄清，还压着我，你无非就是对他可能有一点点旧情呗，不然呢？要我说什么？这事都过去了，我也不我从来也没提过吧，没提过你真实的想法吧，没提过你真实的态度吧。跟这个没关系。那我的个性就是说，人家造谣你，那你就索性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些事儿全说出来嘛，对吧？他为什么会造谣？别人肯定会问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他如果说的是假的，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他为什么会造谣呢？那你俩肯定有什么矛盾？什么矛盾？对吧？你说清楚这些事儿，你要说清楚，这些事儿都能解释得通，就不会就是说这么复杂，不可以说的。多奇怪呀！是她前男友造谣呢，不光是她前男友，
突然我真的有的时候吧，事儿赶事儿，我就觉得说你真的对我有点过分。咱们话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你真的对我有点过分。我对你不够好，对吧？我天天对你不够好，不够耐心，然后对你发脾气，可我没做过一件伤害你的事儿吧？我没有让你花过1分钱吧？所有的生活压力我自己扛着，对不对？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图的什么腻？腻你妈！我跟你妈腻了。有什么说什么嘛。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搞他的话，他可能连店都开不了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开不了店怎么了？那我毕竟跟他处过对象嘛。好，那如果他店也开不了的话，他要靠什么生存呢？这就后边那句话是你想好了怎么回答才说的，其实就是因为你跟他相处过嘛。对，那毕竟是有感情的嘛。那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理解什么？我不能理解什么？你的事儿我得理解，你的事儿我得咽肚子里。你的事我没有不理解呀。你小大夫在你家住的，前去我什么也没说呀。那你是怎么做的呀？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明明我的态度很明确啊，你为什么还会误解我呢？人小大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买房子，然后导致人家背了房贷而已啊。我跟他有什么情感上的问题吗？你这涉及到情感了，我是涉及到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让人背的房贷呀。再说咱俩又不住在家里，这个事儿你理解不了，完了你的事儿我就得理解。我全程压着，这个事儿没声张。那你现在要干嘛嘛？你是说让我承认我自己错了，还是说，还是我以后要怎么做？不要这么做，我就是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那我就刚才那个，就是我可能就是当时我的想法。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些谣言去解释。就是我之前也跟你说过这个观点，就是我就不在意这些谣言，所以我才不去澄清它。我之前应该也跟你说过，就是我不在意这些。
叨叨希望大家都不要太惨。我没有希望他怎么着，只要他不来攻击我，我也不想着，是因为我也看叨叨嘛。我不觉得说我也要搞他什么，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事儿吧，图图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他不搞我前任完全是因为我。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前任吧，可能确实是有点生气，这个都能理解，因为毕竟，他可能是因为我才分的手嘛，对，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他前任后期吧，就有点那啥，就是造谣不断，我就觉得他在他那个小群体里一直在造谣，包括他那个合伙人，最主要的是他那个合伙人一直在撒谎，所以我对他前任的态度吧，没有那么强硬。但他们就是有点就是什么呢？你越不反击，他们越在底下搞。我主要生气的是这一点，特别是他那个合伙人。你们没看那个合伙人的戏份，包括那个互动的画面全删了吗？所以我就今天就会觉得说，叨叨今天在直播间里，上午就是那个下午在直播间里说的那些东西，就觉得自己非常委屈，觉得我对他不好，觉得我对他发脾气，我觉得我不能理解。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叨叨，而且每次跟他说话大声，我都会有所考虑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认知不相同嘛，就是两个人认知不同，包括买东西啊，包括就是说对生活的理解，包括对邻居啊、开车呀，很多东西理解不同，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我也能消化，对吧？但是我想今天直播咱们就是227个人，大家就是知道这个事儿，知道就是曾经发生了什么，也知道就是说两个人对这个态度。我到现在我不知道二把刀什么态度啊，因为我觉得二把刀可能是心理精神比较依赖我，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吧也没有到那种就是说很爱的程度，他只是其实你们不了解他，他其实是一个感情吧没有那么特别上心的人，但是他精神层面他是比较单纯和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只是依赖我。但是如果说有一天大家看我们不在一起了，或者说可能最终两个人可能就是发生矛盾了，我希望大家能理解，不是说我真的对他不好，其实就是认知上的问题。其实就是认知上的问题，因为无论他承不承认，他其实对生活的一些经验特别少，所以我俩会因为这个事儿吧，会产生分歧，会有些争论但是绝非是他说的，说我是因为累了，所以把脾气发在他身上，我不会。二把刀说一下，说什么？你让他说什么？他这个时候一个屁都放不出来。你想让他说什么来？表个态，有啥表态？说一下同意你说的吗？他同不同意咋的呀？是想让瓜分手？什么断得干净？断得干净他妈不是基础吗？有啥断不断干净的？就没必要的什么。再说了，我觉得他但凡把钱要回来，他跟他前任也不会有过多的联系，就应该就不会联系。本身我们就没联系了。没联系，一开始你让人家在你群里，在我不舍得踢人家。那他在群里也没说话，我也没跟他说过话，我也跟他就没联系了。你可真能搞。
只是希望二把刀爱他，不是依赖他。我觉得二把刀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他就是依赖，他生理性的依赖，这个是我的理解，因为他是比较直男的那种心理，他可能就算是他行为上的依赖，他也不觉得，他也这个行为也不能定义为成爱之类的，所以他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可能有一点点敏感自卑，但是他对感情他其实不会。生理性依赖上瘾了，对，他每天他都要吃2口。站在门口说话不累，这样不是方便看他拍他吗？我没有追究，他现在就你看一说这个事儿，他一句话不说了，你这是死德行。资产是放在一起吗？是的。我说啥？我不是说，那我说我问你，你要想让我干什么，你也不说，你也说不是没什么想让我干的。想让你以后听听话。我还不够听话吗？你别那么多事儿，别那么反驳，不要跟我吵架。你要有本事，你要说处理好这个事儿，你不需要我管，好，我不管，我也不愿意管你。我说实在的，我不是个 teacher，I'm not a teacher， 对吧？我不是个老师，我没有义务去教你这些东西，而且教你的话，你会有逆反心理，我也不想做这个事儿。但凡就是你能撑起一些东西，我真的不愿意管，因为我的心里的事儿比你生活的事儿多得多。但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就听别人的，不要那么多事儿。这就是我对你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2个人谁有本事，谁能主导这个生活，就听谁的，不要2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样就会产生矛盾。那我还有个问题，你先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说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你是怎么决定的呀？那我要是不懂的，我肯定会问你啊。你别问我，我没有时间去教你，你自己查豆包，好吧？因为我一告诉你，你就会反驳，谁说的呀？就会这么问我。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想听你的例子，你就说这个事儿能不能行？这是解决问题呢，没有人在跟你掰扯，我不想跟你掰扯了。我要是能明显看出问题的，我肯定会自己去自己去查。咱俩就索性来个分工嘛，就什么事儿是你管，什么事儿是我管，你不要管我的事儿，我也不管你的事儿，明白吧？啥分工啊？咋分呢？就我不喜欢吵架，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里的那个买东西的事儿，谁来做主？这个谁管钱，谁来做主买东西？谁负责做饭，谁负责就是说那个开车什么的啊？这些东西都说清楚，谁主要开车？不要你一会儿觉得你开车怎么地了，然后我天天在车上就是教训你之类的。
车你以后想不想开？你要不想开，你以后就别碰了，因为你太危险了。那你天天送我出门，那也就是说你晚上要自己开是不是啊？你晚上自己开你就晚上自己开，我不去送你。你不去送我，那我肯定得开呀。那你开啊，没有人不让你开啊，现在是让你开你自己不去啊。晚上你自己养成习惯，你自己把车练一练，我也不说你，好吧？你没事你多查一查那个交通规则，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很多交通规则你都不懂。你要交通规则不懂的话，你不用开车了，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你别觉得说你会开。你教他，他能给你反天喽，谁也教不了他。他觉得他自己开的最明白了，他觉得只要不出事儿，他开的就是好的。你开了这10年，第二点，装修的事你一点你就不想操心是吧？那你就别操心，好吧？听明白了吗？那我也想操心呢。想操心那你就听我的。这些东西我比你擅长，我装了好几个房子了。然后呢？第3点，明天你就跟你前任把这个钱要回来，啊，你看看你给他最后的时间，你看你把这个钱怎么要回来？早晚你别拖，你这马上也快1年了，1年你也不要，我催你你要，你不催你就不要，还剩5万块钱。还有一点，不要在直播间里说我对你不好，啊，我觉得我在直播间里我说的是事实，而且就是在维护你的形象，你是在纯粹的就是在抹黑我，本身你的粉丝就觉得看我不顺眼，对吧？但凡在你评论区里说我不好的东西，那帮人都是没关注我的人。我直播间里我说的这些事儿，我都是还原事实真相，而且我没有说你不好，我说你太单纯了，对吧？你全程你也看着直播呢，我但凡有一句说你不好了，你来说我。还有你对直播这一块你要不懂的话，你别一意孤行。你卖东西可以，你想为这个家做贡献可以，讲究方法方式。你看看人家怎么卖的，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有几个粉丝为了你买了几张专辑，你就觉得说你不用进步了。直播带货是个学问，你要觉得你很牛逼的话，你之前你怎么没做起来呢？不是还是得从头开始吗？没有章法的去带货，谁会看呢？
不许叨叨买东西，你先买这个灯儿，你买，你不买你是孙子。叨叨这个样子，压根儿就没听进去。他无论听不听进去，他不就是那个啊？你赶紧买呀，啊！这私信2把刀，去买吧。告诉我你叫啥名？卖啥东西？卖他身上这个衣服。咋的了？前任把那个钱还了。还有那个前任呢，我一直都不想提你，因为我也觉得晦气。你在网上说我不好的东西，来，前任的走狗们给他截个屏啊，录个屏。他那个谁的那个前任啊，我不想提起你，因为我觉得真的挺晦气的啊。你在网上造我的谣，我都知道。而且有些事儿吧，不是说你了了就了了啊，我还没开始呢。前任的走狗们，给他录一下啊。挺好的，5万要回来了，还不关我什么事儿。你在网上说我坏话，我才一直揪着你不放的。所以就是有舍不得还钱呗。你在网上造谣，来给那个前任们截个屏啊！你们在网上造我的谣，你们有一句能锤我的吗？拿出证据来锤我，要不然的话，别说你报警了，我先报警，我先查查你的店。说完我拉倒了，在各大群里说完我拉倒了，你还当个是委屈是受害者了？各大群里在那块骂我，在那块造谣，在那块就是宣传自己受害者，然后说怎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我自始至终我也没有就主动去招惹你们。网上的截屏、录像啊，我都有，咱们来掰扯掰扯。原谅叨叨吧，我没有不原谅叨叨啊。
他前任在那块说什么不想收到那个百里的任何截屏了，什么时候我不想提及，不想被那个百里提及之类的，你还是受害者了你。行了，不播他了，要回来挺好。真是，哎呦天，没有人想提及你啊，记住了，那两个人啊，那两个人记住了，没有人想提及你们，是你们先在北京的群里边，健身的群里边造谣我，我早就想跟你们 battle 一下了，12把刀一直压着我，结果你想报警，截图证据我都有，你想跟我来，不怕你啊，咱们都掰扯掰扯。所有的聊天记录，你的名字都在。这不是黑话呀，咱们就是有道理，咱们讲道理嘛。你造谣我，但凡你有一个证据，你有一个证人，你拿出来，对吧？你找他们，他们能作证，这个事儿是我做的，我确实做过，好，无所谓，那我给你认错，我道歉。但是如果说证明你这是凭空捏造的，你不是开实体店的吗？你实体店你税什么都交好了是吧？你店里的东西都没过期是吧？你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健康证是吧？你想不想公平一点说话了？就跟谁不晦气似的。我希望你啊，希望你俩管好自己的嘴啊。大佬其实没有，录好了给他发过去啊。录好了给他发过去啊。这两个人其实很般配，有啥不能说的呀？你想跟我对着干你就说呗，但你说的是真实的，可以，对不对？你说的是真实的，我无话可说。我自认为百里屠夫这么多年在网络上没有做过一点亏心事儿，啊，